艳丽的牡丹，清新的荷花，憨态的小鸭，优雅的白鹭。您也想画出如此生动的作品吗？那就请您跟刘存慧老师学画写意花鸟画吧。观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将要带着大家来学习中国写意花鸟画。刘存慧，国家一级美术师，北京市特级教师、教授，现为中国民族画院副院长、北京诗白艺术研究会会长、北京美术家协会理事、北京朝阳区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画研究会理事。师从娄师白先生，擅长写意花鸟画及山水画，尤以画风雨为佳。写意花鸟画是很多同志喜欢的一种题材。在画当中，我们首先要对中国画的一些基本的要素进行一下理解。为了大家能够学得更加愉快，并且很便捷，我为大家归纳了一个8要素32字的一个规律。这32字的规律，前4个字就是指的水的运用。水的运用应该说是重中之重，很多画家一生都在研究它。其次就是调笔方法。调笔方法是我们经常在绘画当中开始就进入练习的一种手段，我们应该把它作为一种知识来了解。第3就是行笔变化。行笔的变化肯定指的是笔在运作当中的快慢和轻重变化。第4指的是笔触的组合。笔触指的是这个笔在绘画当中如何形成笔的痕迹变化和笔在纸上当中的运作的那种形态转折变化。第5指的是浓淡干湿。浓淡干湿又谈到了水的意思，因为水而引出的浓淡干湿。第6将要谈虚实关系。一个画面的虚实，一个局部的虚实，都是我们应该自始至终要注意的。第7谈的是疏密布局。中国画有一个说法叫做密不透风，疏能跑马，所以谈疏密是非常重要的内容。最后一个也就是第8项，我们是要为大家介绍任意构图。这就是我谈的32字8要素的内容。今天我们先进行第1个内容的讲解，就是水的运用。谈水，首先要说到笔。毛笔有大号、中号、小号不同类型，有羊毫、尖毫、狼毫、软硬的不同变化，由此吸水就不一样。我们随便找一支羊毫笔，大家请看，吸水，水占得很足，这个水甚至可以滴答出自然的那种垂滴的效果，它在宣纸上就会阴。笔在上面行笔若慢一点，就阴得更大；可是你行笔快一点，就阴得少。所以水多，我们可以说不一定就阴，但是水要多，多了才有意思。水墨淋漓，自然就有意思。然后就说水多了，我不想要它多，这时候我这个笔可以在调色盘上把水挤掉，挤的时候要翻过来，两面挤，再翻回来，这样就形成水会自然少。水少也是出现，如果你行笔慢，也照样阴，因为我们采取的是生宣纸，生宣纸自然吸水。如果你行笔快，还是不阴，还是会有水造成的不同的疏密和水的不平均状态的效果。这就是首先要从水谈起。拿什么来解释水呢？今天谈的是以水和墨的变化来谈，所以就是水与墨的变化。墨汁将是我跟大家谈的第1个调整水的这样一个内容。墨汁倒进去不要倒太多，我主张墨汁要少，特别是笔调墨汁的时候用笔锋调一点。然后这时候宣纸上还有水，水还没有干呢，
我们就可以在上边侧锋翻过来，调过去，让这笔在刚才那个水的痕迹上自然的皴擦，并且移动位置，转这个笔的方向。你看转过来了，又翻过去了，哎，出现了现有的这个效果。这个效果实际上就是墨把水破了。墨把水破了，在我们中国画学习知识当中有一个内容叫做破墨法，而且叫做以浓破淡法。所以现在我再吸点水，再做就是淡的了，淡的了，而且墨色开始出现有聚有散。我这可以反复移动，也可以反复皴擦，也可以找这个没有水的地方去皴擦。我看看没有水的地方皴擦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干的。这上面斑斑点点出现这些效果，我们叫什么？也有个名称，它叫做肌理。这个肌理就是凹凸不平的这种变化效果。干处的肌理、湿处的肌理相加，甚至我再吸点水，在刚才画好的这个肌理上用水去破它，哎，这时候出现的就是以淡破浓。大家应该注意到了，我自始至终都没有把笔和纸分开。然后我们又吸点水，再采取一步，比如说我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为什么要在这位置？多少有一点构图感觉，不要在一个地方做，要有个呼应，是吧？然后又调了一点重墨在笔尖儿，一定注意是笔尖儿，笔尖儿有，笔肚很少，笔根几乎没有。然后我又开始皴擦，这皴擦我现在是反向皴擦，由下往上皴和由上往下皴肯定不一样。这个时候我继续调浓墨，一笔把墨蘸齐，然后画一笔深的，哎，又带过来了。好，我可以看它可不可用。什么叫可不可用呢？我们现在从开始老师讲到现在，老师跟大家一起画到这个程度，就是在说墨跟水怎么相融合，形成什么样的感觉。肯定每个人不一样，我做成这样，您做成肯定跟我大体相似，不会一模一样。这时候我就看它能变成什么。有一种有创作经验的人，他可能就知道，哎，我充分利用现在这个感觉，我把它画成一个荷叶，比如说，然后我觉得它是叶子了，我们并且决定要这片叶子了，我就可以加它的杆儿，我也可以加另外一个杆儿。这个杆儿在画当中现在是干笔，如果我蘸了点水，我再画一个杆儿，那就是湿笔，这不同样还是谈水吗？水可以后进入，也可以先进入。当干杆相交叉的时候，我来一个湿笔，再继续补充交叉，就是浓淡关系了，自然形成。你就大胆的在这个宣纸上做，比如说这块，现在这块是干笔，我现在不想要它干的了，我吸点水，我就把它变成湿的，我只需要在干的旁边加上几笔湿的，干和湿相加，就是一对矛盾的相加，就是我们所原来每个人都会理解和掌握和运用过的辩证规律。一干一湿，一黑一白，一灰一白，然后一干一湿，干的是非白的，湿的是浓重的。你看，这都是矛盾，矛盾的积累在画面当中就是情趣。所以你就记住，这个画你造的矛盾越大，给人家感觉东西越多，啊。好，下面我根据这片叶子的需要，我把某处加重，我还是采取我这个办法，加重的时候，哎，局部处理，掌握黑白关系，形成叶子造型。谁都想把这个画当中出现这个感觉，干湿浓淡都有。为什么要用水啊？中国画讲究墨分五色呀。墨分五色谈的是什么？谈的就是画面当中你能不能把干湿浓淡焦墨
在一起形成变化。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要根据用水来体现干湿浓淡，墨分五色比较合理。下面我就拿一支小笔，这支笔是尖毫的，吸点浓墨，在这上头创造点线。有水有墨，同样还要有线。线创造画什么呢？一个是可以画花，一个是可以画莲蓬。在荷塘里边，还可以勾一点其他的一些小叶儿啊等等。画莲蓬最容易体现线的变化和味道，我们就可以画。首先，我把这个改成莲蓬。画莲蓬的时候，大家可以注意，先画点儿是一种办法。注意啊，点儿画着规律，有疏有密。然后勾这个点儿，这样勾，两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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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再补点儿再勾，再补点儿再勾，一笔勾，两笔勾，一笔勾，结合勾法，有变化。肯定水有变化，墨自然有变化。然后勾外轮廓的时候要注意，走直线不要走圆线或者弧线。莲蓬的结构出来了，这个结构出来以后，可以把它带过去，把它回锋接上，这样这个莲蓬跟这一张画就呼应起来了，并且你后勾的这个莲蓬是重墨的，原来勾的那笔枝条我们叫荷花的茎，它是淡墨的，正合适。切记这时候这个毛笔，这时候这毛笔不要反复蘸墨。我提出一个想法，就是为了体现你的水的多或者少，你一定要把笔中的墨或者水用尽，再考虑是否蘸墨。用尽，那就意味着你还要画。画着画着你就发现跟刚才不一样了，这墨干了，自然出现飞白了。这墨一干，出现了飞白，和那个浓墨没飞白的，又形成了一个不同的一种对比。这时候这个莲蓬借着这个干笔，只要转一下这个笔，你只要转一下角度，马上就有墨出来。你再转一下角度，还要有墨出来。所以你就要通过转笔的变化规律，使这个莲蓬画出来它的质感，和刚才那个不同。这时候才允许你去用笔尖吸一点水，然后把笔在调色板里头稍微的加以调整，画第三个莲蓬。比如说在这接着画，这个莲蓬可能就是淡的了，明显的比刚才那淡。怕它不淡，先在旁边少画两笔。什么叫少画呢？肯定就是说为了疏密才考虑少画的。一个是漏的多，一个漏的少，这俩放在一起又是一对矛盾，总比俩一边大好看了。这就是在造型里边我们把握的啊。然后我就说花儿，作为花儿来说呢，我们首先根据画面确定采取的方法。我们今天谈的是水与墨的变化，因此我这个花儿可以采取画黑白的。比如说，首先在这个刚才画好的莲蓬旁边补两笔花瓣儿。你打算勾瓣儿、勾单瓣儿还是双瓣儿？如果你勾的是单瓣儿，你可以采取瓣儿与瓣儿之间的重叠。这种重叠不要小看它，我们在术语里边叫做透叠法，就是两个相加要错开，当然不许两边都错，是吧？你看，这样三个瓣儿，有一个瓣儿是压塌的，另外两个瓣儿之间是错落的，啊，然后这个瓣儿还可以从这儿起笔，不见得非得都从画花的顶部起笔，这样的花画起来就自然。画到这儿的时候，你看笔画的速度又有快慢，而且还有一个套笔，这样这个花画出来就感觉又是两朵花，又像一朵花。而且这一线你可以清楚地看到重墨、干笔、淡墨、重墨、虚笔，就比很死板的勾一个花效果要好。
我所说的死板的勾一个花指的是什么？就是说，上来以后按照套路做。比如说，我在这儿，1、2、3、4、5、6，这就是套路。什么叫套路？你细看这几笔没有区别，哪儿没区别？墨色没区别，墨色没区别，肯定水分没区别。那我们就没有达到水的运用变化而产生趣味的这个效果，因此我们就觉得这个做法只能做一次，它和它相加还可以要。如果当初这个花也是采取那个办法画的，恐怕就要考虑了。因此，在写意花里边，避免的2个字，现在大家可以清楚的作为笔记记下来，就是避免技法重复。那避免技法重复，同时就是把水多与少、墨的干与湿拉开了，肯定就避免了啊。下面我把它再按照我的正规的手法把它调整一下，使它感觉自然。墨有浓淡，笔有虚实啊。老师为什么上来以后，今天作为第1堂课没有讲笔法，就是怎么用线呀，没有讲这个，就因为这些东西不需要单独谈，一定要在造型当中谈。随着造型，随着谈笔法，恐怕你就会做到事半功倍，你就能够理解得更深更透，并且有的放矢啊。那么作为重墨来说，画面现在我们摆出来了，现在画面里怎么调整这个重墨？我们再换一支笔，拿一支中号笔，这中号笔也是煎好的啊，淡点浓墨。好，配合这个画面，我们就开始画点小印儿，画个小印儿。一看这画面效果就看得出来，当有小印儿，这个重墨往这边一拽，画面的这个黑的动作就开始改了啊。然后我们再画第2个小印儿，哎，第2个小印儿正好是干笔，我没动它，我只是第1个小印儿把墨吸走了，第2个小印儿是一干笔，然后我们把它继续搞一个动作，就是这个动作啊，这个动作让它这小印儿是探出来的。然后这边要有重墨，这个花画不一定随着花画必须要出杆儿，但是现在出一个杆儿是为了要有重墨。这杆儿出了以后，实际上它起了呼应这块重墨的一个作用。千万要注意，这个杆儿从这儿出，千万不要找直对着它的线出现，一定要错着，这样画面就感觉有动感，或者我们叫做有动势。现在画面比刚才丰富了，丰富完了以后，我们才可以考虑这个画是不是需要画成湿画法呀？什么叫湿画法呢？大量用水啊，拿刚才那支笔吸点水，大量用水啊。比如说这地方用点水，啊，画点湿画法，啊，吸水，啊，画点小印儿，啊，破开，啊，就是没干的时候要躲开它点儿，甚至还要甩几个点儿，是吧？这湿画法造气氛嘛。气氛是什么？刚才我说过那4个字，水墨淋漓就是气氛。啊，怎么叫水墨淋漓啊？水墨淋漓是指的组合形式，斑斑点点，不是指的这个叶子。说能不能做到既有形还水墨淋漓？有时候需要水墨淋漓的时候，反而不需要考虑叶子的形状是什么，然后就看上面这个淡墨叶子，我们把它画满，使这个花能够被托出来。哎，这是一种构图需要，但是这块白要留着不许动。然后这个叶子还要上去，啊，上去以后我们再把它做一次2次渲染，挤到这儿，把这个哎又挤到叶子这儿，不许动，这样那个花就被挤出来了，是吧？然后淡墨在这儿也要勾一勾，表现叶子的吗？这个是叶子的筋脉，有时候需要画，有时候不需要画。作为写意画来说，我们自己掌握，是吧？画面效果，这个也是再调点重墨，把这个再稍微的处理一下，啊，这里边有些线条，这叫叶脉。叶脉有的时候不一定都画，根据需要，缺重墨了可以画几笔。正常情况下，写意，什么叫写意？写意里边要分3块，一个是偏具象，小写意；一个是
中性的，我们叫做写意，我们这个写意是写的感觉；还有一个是抽象的，我们叫做大写意，夸张。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小东西切记它画不好，只能使画面当中产生败笔，所以要注意。包括上边一些很小的东西，比如说上面有很多小毛刺儿，现在你需要点是黑墨，可以用干笔或者可以用水。那么现在你点它好呢，还是上来以后先把它的花蕊点了？当然是先点花蕊，因为要创造一层黑，一个黑的层次。你看，我先把花蕊点上，我总比拿这个笔先去点这个枝干上的和茎上的小毛刺儿好，因为那些东西点完了以后可能会画蛇添足，因为你看不到的东西，它跟花蕊比起来很次要，是吧？所以现在我们把花蕊点上，当花蕊一点，这俩莲蓬就出来了，同时画面就感觉有动感了，也有层次关系了。这时你就觉得这个花蕊画的这么完整，好，我这个花蕊啊，咱们少画，点到为止。像这个，你没有，它显得那结构太拘谨，点两个就得了，画面就是这样形成。这时候我们就要看，我这花儿不想画白的行不行？不想画白的，我画一什么呢？那么我想画一点带颜色的，你就可以加一点点红。那么我们这个红颜色就要以渲染的形式进入，渲染的形式进入，好，这样这个花儿就变成现有的一个状态。这正好是中国写意画当中的一种手法，叫勾勒填色法。大家要记住，这叫勾勒填色法。你这样掌握知识，你总比上来就告诉你勾勒填色法，你去背它，那要强得多。因为你画着画着你遇到了，是吧？你实际绘画当中你体验了一下勾勒填色的规律，但是填色不是满填，而是填个局部。那么好，莲蓬我也想带颜色怎么办呢？这时候你就可以适当的找一个交叉颜色，这个颜色略于黄绿和赭石当中是个中性颜色。这时候我挤在上面，吸点水，我把它渲染一下，好，渲染了一下，好，然后这个莲蓬怎么办呢？这莲蓬我就让它有地儿浓有地儿淡吧，你看别画平了啊，这边重一点，这边淡一点，然后这个在后边，我在这边重一点，那边淡一点，你看这俩莲蓬画出来以后，就自然出现一挤，有前有后。用的什么？还是用的水不一样，所以始终在掌握水。我们就拿它当墨的感觉也是一样，掌握水。这时候我们就会要调整画面的最后的效果，就是既可以调整点淡墨，也可以调整点淡墨加一点点色彩，把画面的白要留的重点一点。比如说这块白和这块白在同一个齐的角度，我们可以借着这片叶子把这块白给它加进去，压进来。我们别人画完以后，大家的感觉，你看到别人画这种感觉，你就会想到它可能是这片叶子的后边的层次的遮挡，然后上面那个最淡的那块吸点水，我们也可以把它略微渲染出点变化，这样就让它层次上面又加了层次。你看这个笔法没有具体的说让你从哪儿到哪儿怎么行笔，你现在是找它的关系，湿画法、干画法。现在画出来以后，正好是有水、有墨、有韵味。然后把下面这个点儿丰富一点，丰富起来，是吧？这张画画到现在这个状态，说，我觉得画面当中想加个动感的东西，好。我们就可以拿一支小笔，蘸点红，同时再蘸一点交叉，我们正好调色盘里都有，画两条小鱼，就表示一下它的画面的情绪，表示一下画面的情绪，画两条小鱼。
然后拿刚才那支调过墨的笔，注意我说过，想让墨和水分少，你就可以在上面调整一下笔，然后把它的结构画出来。写一画画鱼，画面的情绪就有了。这时候就是用笔墨造型产生画面效果。所以每张画不是具体的一个格式，没有一个格式套每一张画的，反而每一张画需要在绘画创作当中追求你要追求的那张画的格式。这就是艺术创作的生命力。如果说就是为了画水，我们最后不把它形成一个作品，单纯的说水，那个水就没有生命力，它是无意义的。我们把它变成一个作品，虽然这个作品不是很复杂，但是我体现了用水的干湿能带。这张画拿出来，我当看到每一个环节的时候，就是一种知识的总结和归纳。所以今天这堂课为大家讲的这个水与墨的运用和变化，希望大家在课下认真的回顾、体验，甚至看看你的画，看看你做的笔记，总结出一点你的体会。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艳丽的牡丹，清新的荷花，憨态的小鸭，优雅的白鹭。您也想画出如此生动的作品吗？那就请您跟刘存慧老师学画写意花鸟画吧。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讲水的运用当中的第2讲内容，就是水与色的变化。刘存慧，国家1级美术师，北京市特级教师、教授，现为中国民族画院副院长、北京诗白艺术研究会会长、北京美术家协会理事、北京朝阳区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画研究会理事。师从娄师白先生，擅长写意花鸟画及山水画，尤以画风雨为佳。水与色的变化，首先我跟大家说一说今天选用的毛笔。大号的笔、中号的笔、小号的勾线笔，或者小号的其他的羊毫笔各选一支。作为颜色，中国画的颜色以前有12种，现在增加到20几种，就是颜色很丰富。水与色彩的变化，那肯定是拿水来调色。我今天为大家安排了这么多颜色，选这么多颜色，主要是为了通过水的调整和颜色的相互渗透穿插，使颜色变化丰富。墨和颜色之间就差在这点儿，我们用水来调色，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对色要有一个知识的了解啊。我首先还是拿一支大笔，吸水，大量吸水，还是这样，大家看到了，这水很多，自然下垂，在宣纸上做一笔，阴得很厉害，2笔、3笔，注意分开，4笔分开，拿另外一支小笔，这是中号笔啊，比它略小一点，然后我调一个色儿，调哪个色儿呢？我调一点玫瑰颜色，玫瑰红，我挤在这儿，颜色不要挤太多。笔尖调色，同样是在上面变化笔的方向和行笔速度，使它出现一个效果。这个效果，红颜色在湿的纸这个范围里边，它自然的晕开，渲染出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在这里边继续做，你看我这笔也没有动啊，继续做，然后把它拉出去，经过皴擦，这个皴擦又是一个干湿效果出来了。哎，大家看到这个自然的感觉，非常自然，有的地方感觉像水彩画的一些味道，有的地方是靠色破水，水破色出来的。然后我这笔是干的，继续蘸点
浓的玫瑰红，在刚才干笔触的地方做肌理，你看擦出这个效果。笔翻过来调过去的，是做一下，要的就是现在这个感觉，这感觉就是这么出来的。如果你不去这么做，你出不来。哎，马上我就有创意了。我说，凡是你们跟我画到现在的，跟着我一起把它画成牡丹花。这叫什么？这叫我在创作理论当中的一个观点，叫做二次造型理念。就开始咱们画的时候没想画什么，当画到这儿的时候，你发现，哟，它可以画牡丹花，可以画牡丹花，实际上就是审美定位了。这时候我呢不动，调上一个深颜色，比如拿上一个胭脂，因为它是红，我们可以放在一个盘子上。大家注意，挤颜色的时候要有个规矩，把颜色都挤边上，不要把它挤在中间啊。然后笔吸水，吸水的时候应该用笔根吸水，除了第一次以外，都应该用笔根吸水，因为它可以出现色阶。你笔根吸水下来以后，它的感觉还是一个前边深后边浅的感觉。这个水可以在后边任意的让它渲染开。如果你用笔尖吸水，就会破坏刚才这个正反关系。就何况说笔根吸水是一种常规的一种吸水办法，历代画家都采纳。比如齐白石，想当初为了把笔根上吸水，他在笔洗里面放一个铜勺，拿铜勺崴上点水，往笔根上倒。笔根吸水，我们在转的时候方向老是统一的。你看，虽然你转了笔了，但是出现的味道还是不一样的。你看，哎，但是要注意一点，如果你笔不离指，就可以利用我这个笔一瞬间的互相破，使这个花形成这种非常润的舒服的感觉。如果你笔离指了，恐怕这个水的韵味就差了。你比如说，这儿画一笔，这儿画一笔，这儿画一笔，这个笔触的痕迹太清楚，就互相渗透破的痕迹就少。因此，大家做到笔不离指，我点点深颜色也是笔不离指。你看，哎，笔不离指，老在里边做。你看，这个笔在里边滚来滚去，哎呀，这互相渗透就形成一种感觉，这种感觉非常舒服。然后最后画的时候，可能我就哎得，为了这花的造型好看，我加一点层次，加一点某个花瓣的结构，但是它有花的形态。然后我把这个花，我把它形成笔中的颜色，前边浓，浓的笔都拉不开，这颜色在上面都厚着呢，后边是清水。然后我来探讨它这个结构感觉，哎，这一探讨就会出现这样的层次关系。哎，这时候再出现点干笔，再出现点肌理，好像这个花画出来就美。美在哪儿了？美在层次的自然变化，结构的自然形成，和你运笔当中的那种感觉的东西。然后我再适当的找找形，让这画面的这个结构有。我们大家这个找形谁都会找啊，是吧？点两笔让它出形。那么这时候你还可以把笔立起来找找形，是吧？这个花的形态就越来越准，越来越像，哎，就形成了一个花。当这个形成花了，大量用水，这个水更大，那这水就不动了。你在这上做过一次结构，你拿干笔在上面扦擦过一次，这上切记不要再做。如果你把这个办法在这上再做一遍，你就忘了。我曾经在上节课也提过，不能用一种办法来表现你的创作过程。现在为了让它好看，这个花就不画了。不仅这个花不画，我还可以吸点水，调一点淡颜色。我在它的旁边又画了一个根本跟它不相干的，连花都不是，我就来两笔。因为它要具象，它要意象，它要抽象。一张画里面必须具备这具象、相对具象、意象比较意象、抽象绝对抽象才可以，啊。
然后这个花儿不要现在就画好。什么叫花儿好了？说这形儿像了不是好，他们仨的关系合理，远近虚实合理为好。所以这时候我就要调点颜色，比如说我调点黄颜色，我们开始勾叶子，看看怎么样。黄颜色放在一边，我们再勾点这个蓝颜色。最后我选了一个就是少用的这个古蓝颜色，看看怎么样。我又适当的搁了一点这个头绿颜色，拿起笔来调绿，笔尖调点黄，笔尖调点蓝。好，有的时候颜色还没完全互相结合呢，切记不要结合。这时候就要的它不结合，有的是绿，有的是黄，然后就开始做。比如说，我做着看，觉得这个黄了啊，黄了，我这儿正好有墨，我就调一笔墨进来，它就不黄了。然后这个黄的就不动。然后这时候就想，在颜色里面，除了黑，除了黄，还有没有中性的？有，我这还有一个焦茶没有用的，我把这焦茶拿出来，记在旁边。这个焦茶的颜色里也有绿的成分，因为在上节课我讲过，它可以有绿的成分。然后我就试一试，哎呦，好，这焦茶颜色往上一搁，就显得就这点黄，其他地儿不黄，哎，显得沉稳，好看。然后这个颜色就点上，你看点上它就好看，它就有虚有实，不是让你画叶子，没有画叶子，只是点上。然后因为要研究水嘛，点上以后可以让它水破一破，让它再湿润一点。你看，因为我们研究的是水法，是吧？继续画点湿润的，研究点水法。然后这个水法当中，我们可以画几点墨，破一破这个水法，是吧？哎，破一破。然后这破完这墨以后，又蘸了点这个焦茶，再破一破。你看这个颜色跟墨也是颜色当中的一个黑色，然后色彩和水，你看就形成这样的自然规律，然后造成现在这个效果，就是花卉的那种雍容华贵的感觉。只是在上面，我现在需要创造黑白灰了，然后这时候我就有的时候调点蓝，来弥补一下这个画面当中的这种结构不足，是吧？所谓结构不足是色彩结构不足嘛，是吧？弥补啊，有的时候干脆就调点这个，画个枝条，哎，好看，这个断断续续的感觉。这时候要注意，画面当中现在要考虑到构图了。构图是什么？现在是4个角，这个角我现在要占位，那3角空着。现在画面是由右下角向左上角正在走，我需要把它破开。破开要有个破法。首先蘸一个颜色，比如这颜色笔根蘸了点黄，笔尖蘸了点焦茶，笔尖又蘸了点墨。刚才是用了水了，这儿我不许你用水，你自己就应该知道，用水跟不用水是一对矛盾。好，我画叶子，画叶子当中采取笔不离纸，出现点干的味道。干的，这干的多好，正好和它形成矛盾。然后这个干的当中缺绿，我就调点绿，利用水把这绿加进去，哎，灰绿加进去，这个颜色就丰富了，有发花飞绿的，这个有这个发黑的，有发赭褐色的。这时候我们可以考虑，它是干湿组合，同时把画面的构图由一侧变成有变化。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吸水，调点淡墨，啊，来使画面出现点丰富的变化。哎，只是点色块，没有谈别的，啊。然后调点淡墨，勾点线条。我想把这勾出个叶筋来，勾出来吧。这是枝条，啊，再调点淡墨，把这个枝条上面的叶筋勾出一点来也可以，但是不是哪儿都勾，不能够面面俱到。你看这种叶筋要少勾，因为比较实，啊。然后这种东西要有，因为它比较虚，你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是它是一种转折，啊。然后甚至还可以有点皴擦，都不要紧。画面当中就缺这个。
就仿佛我们从第1节课到这堂课都是很自如的把水跟颜色在上这破出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因为你就是研究水嘛，你就是用一次水试试，是吧？水跟墨之间，水跟色之间是讲情趣的。那么现在画到这儿先不动，不要在上面先勾出哪是花哪是叶子，不要，就拿另外一支笔，小笔，蘸点蓝颜色，点出一个蕊来。比如说这儿点出一个蕊，比如这儿点出一花蕊，这花蕊点的时候，不要居中点。这花蕊，这个花蕊点在这儿，这个花蕊注意不要点在跟它相似的位置，因此这个花蕊可以点在边上。一点在边上，等于这花被挤住，漏了半拉花了。然后拿一支勾线笔，小的拿一支勾线笔，蘸浓墨。这个时候要注意，应该是在现有的水墨相对干一点的情况下，然后点它的雄蕊。这个雄蕊是打底儿，这个雄蕊也是打底儿，黑的。就为什么画黑的呀？那蕊有黑的吗？是为了打底儿，为了造成一种黑白的一种层次关系。画到这儿了，蕊点出来了啊，这时候才确定这是牡丹花。是什么形态的牡丹花？这时候就要考虑它是什么？它是画面的主语吗？什么叫画面主语？就是说，它属于近景还是中景还是远景？它属于画面的主语还是属于背景？如果你觉得现在真舒服，把哪个花加出来都没有不要，那你就把它确定在画面的背景上，你就前面加东西。现在不要动，前面加什么呢？我前面加一个比它实的有情趣的东西，比如说我画一个小鸭子，这个笔呢，水尽量少一点，蘸点黄颜色，再蘸点红颜色，调出鸭子嘴的色彩。然后我们开始画，看构图，这么挤的地方不要画，要画在这个空间上，这样把构图又同时给它丰富起来了。鸭子的嘴一画，鸭子嘴啊，然后用另外一支笔，这支笔是中号笔，拿起来吸点水，把笔中的水挤一下。所以挤一下，这个画鸭子水不能太多，你大量的用水的有了，这鸭子水要适当的少一点，然后调浓墨。啊，把笔调扁，然后画它的头部。头部画完了，就要画它的身体，然后就看姿势。你这儿缺重墨吗？你要缺重墨，就必须比它重。你要不缺重墨，想让这花在前，鸭子在后，你就要比它淡，这要考虑到。我现在缺重墨，缺重墨，现在你就要画它的后背，要比这个叶子要重。好，然后把这鸭子的脖子点出来。这时候，如果你要怕它阴，你可以拿一张纸轻轻的吸一下，是吧？然后把鸭子的形态定下来。这时候，然后尾部要画出来，然后把它的大腿结构画出来，然后把它的前胸画出来，然后把它的另外尾部的这种结构关系画出来。好，一只鸭子的形态就画完了。画完了以后，蘸点浓墨，尾部点一点黑，这样就有立体感。然后拿起画嘴的那支小笔，把它的鸭蹼画出来。另外一个鸭蹼把它点出来。好，这是鸭子形态出来了。眼睛待会儿再画，然后还拿这支笔不动，
画另外一支，另外一支肯定是淡的，不能是重的。然后看墨，你想在这儿加吗？你要看这几块墨，重的、重的、重的、重的，肯定不行。你要往上走，蘸点黄颜色。我让大家考虑的这些，都是在创作当中时刻要注意的。这支笔正好刚才画完它的尾部是淡墨，如果不放心，拿这支笔在这调一下看一眼，如果是笔尖儿略微一点点水进来，蘸一点淡墨，画出来就是淡的。这个鸭子要上去，使画面的墨，刚才我说了，1、2、3、4，不是一条线上。好，这时候我就脖子要这么走，这么走，这么走上去，甚至可以把笔带到这儿，甚至都可以带出来了，正好是淡墨。哎，一笔下来，我上节课也提过，今天还提，一笔下来总比几笔下来好，因为你是写意画。然后你就借着这一笔的干墨，你还可以随便做这尾巴的质感呐、层次啊，甚至尾巴的这种虚关系啊，甚至肚子呀、都可以做。你怎么做怎么有道理，因为你墨色关系对。这时候你就拿笔蘸一点浓墨，然后把它的翅膀画出来。这时候这翅膀再画出来，就是有的放矢了，就是重墨、浓墨、淡墨都有。如果你觉得它还是缺墨，那你还可以拿这墨再继续做肌理。再继续做，你看你还有道理。一只鸭子完了，两只鸭子画出来，啊，好，又拿起那支小笔，把这只鸭子的鸭蹼画出来，跟刚才方法很接近。然后把这只鸭子的动态表现出来，然后调浓墨，然后开始叠眼睛。好，俩鸭子画完，俩鸭子画完，你才发现，因为画了两个鸭子，好，这点牡丹就正合适，根本不需要你把哪个花再清清楚楚的画出来，因为我们画的是水的味道嘛，水的味道往往要虚，所以不能够画重。那么好，那么为了这样，我干脆这心里就有谱了，因为你有前景做陪衬了。你说今天老师说的这我明白了，现在我挤点白，我索性让这个背景啊，让它虚化，用笔根儿蘸一下白，笔尖略调整一点点玫瑰红，笔尖又来了一点蓝，你可以任意的去涂抹这个颜色关系，你怎么画都可以。你先点了点蓝，蓝不舒服，好，不舒服我点点红，红还不舒服，不舒服我再点点红，还不行，不行我都又加了点暖颜色，哎，你随便做。这就是水起的作用，因为你要画虚，你要画淡，你前面重的有了，需要安排的这些位置，他是主角，他是配角，其他的都是群众演员，那就行了，所有的这些都有了。哎，这时候这画面的色彩倒反而丰富，倒反而不把人们的视线引入画形，画形是相对而言，谁需要有形，谁没有形，不是哪个都需要有形的，它反而倒好，是吧？颜色自然丰富起来，这种表现手段，哎，正好是可以使你这个画儿在原有的那个基础上老来回来去的改变，形成一种自然的一种变化。因为是什么？因为我们采取的是水的画法，采取的是水的效果和用水产生的韵味。然后上面缺点线呢，怎么办呢？这时候可以画进点带线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又挤了点焦茶，我们画一点，画一竹竿，一画竹竿，就明摆着就不想再处理这牡丹了，是吧？一画竹竿，明摆着就想简化了。然后画什么呢？哪个不可以少啊？具象的不可以少，什么？花蕊，拿起刚才那支画鸭子的笔，调点白，吸点水，调点白。然后调点刚才那个黄，先从这个点起。刚才这一块蓝，这儿一块红，借题发挥嘛。这时候我就索性把它当蕊巴，你看，特别自然就出来了，是吧？然后还是那块白，好，
这就可以点到为止了。说现在画到这儿我不画了，可以不可以？画可以随时停笔，随时求完整，不一定非得是说为了某个形去完整。因此，为了交代这个内容，我们可以在这儿画一片叶子或者一个花瓣都可以。这个花瓣就确定了这个花的完整性，内容的完整性。然后我哪儿都不想画了，我拿起笔来就想题款也可以。如果我还想画，我就再想想这是不是还缺点东西啊？就是我把这加一花蕾行不行？行，没开的。这儿因为有，那我这儿再藏把拉行不行？也行，它肯定可以。然后我这又占了点，我觉得这儿要再出点行不行？行，你怎么画？因为有一个是花蕾，你在任何处点点都可以产生花蕾效果，啊。然后说我想调整一个叶子，这个叶子呢，我把它做的稍微具象一点，比如我调点绿，我想让它有点绿，我觉得绿好看，或者有人说了，我这一生就喜欢这个色儿，调点绿，那你就调吧。你现在怎么补？你只要不去补形，你只补色彩，你怎么补怎么画面是美的。现在画面很好，然后拿起笔来，然后把画面提上字。这个字可以怎么提呢？既可以竖提，也可以横提。看空白，说我这张画不画了，我想把满题字都可以。题字的目的是为了创造画面，完善画面的黑白灰，那么好。那么对于这张画来说呢，我们就做一个横题吧，啊，为了给大家一个效果，做一个横题。如果需要造气氛，这时候我可以拿起笔来，调一点颜色，调什么颜色？调白呀，白颜色呀，啊，或者偏一点蓝也行。然后适当的甩一点点，这种甩点也是画面当中我们经常遇到的。大家有时候拿这个作为一种调整气氛，它可以使画面的韵味增加，感觉像春天的那种春意盎然的感觉，增加点变化。当然不要甩得很多，要适当的有一点气氛就行了。这张画整个画的过程充分体现了水，体现了我要给大家讲的，并且演示出来的水与颜色的变化关系。因此，我们大量用水使颜色变化的更加美，是我们要追求的，也是我们在绘画当中不断的摸索，找出颜色的高级变化，找出颜色的灰色调、暖色调、冷色调，使您的画在色彩感觉上上一个新的台阶。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清新的荷花，憨态的小鸭，优雅的白鹭。您也想画出如此生动的作品吗？那就请您跟刘存慧老师学画写意花鸟画吧。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中国写意花鸟画调笔的方法。刘存慧，国家一级美术师，北京市特级教师、教授，现为中国民族画院副院长、北京诗白艺术研究会会长、北京美术家协会理事、北京朝阳区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画研究会理事，师从娄师白先生，擅长写意花鸟画及山水画，尤以画风雨为佳。调笔方法，在中国的毛笔当中，我们选出羊毫和尖毫的中号笔1到2支，选出小号的勾线笔1到2支，然后我们才开始研究笔怎么吸。比如说，我选了一支笔，这支笔我们作为羊毫吸水性很强的一支笔，吸水的时候，我们一般情况下是笔锋占，整个笔在湿透以后，然后再继续画，只要笔锋有颜色或者有墨，就只能用笔腹吸水。这个知识好像我们在第1堂课已经讲过了，大家可以来回顾。然后就是笔在运作当中，要注意笔要旋转。这个笔的旋转，它是既有左右，也可以有前后。下面呢，我们准备要操作，大家把笔准备好。今天因为我们要讲一个内容，
大家很熟悉，这个内容就是迎春花，所以我们这个题目就是在调笔方法当中的第一个内容，就是迎春花的色墨变化。首先说色，我们把藤黄颜色挤出来，我把它开一下，然后挤在调色盘的边上。挤在调色盘的边上是我们已经讲过的，这是一个挤颜色排列颜色顺序的一个知识。然后把鹅黄挤出来，排列在藤黄的旁边。两个颜色挤多少，这个要根据您的画面的大小。我主张颜色不要挤得太少，让它有一定的浓度比例。然后把交叉颜色拿起来，挤在另外一个盘子里边，这样的画面就不乱。我们指的是颜色不乱，而且你在用当中，你会也有层次感，顺序和其他的这个关系摆起来不会出现毛病。现在我拿起刚才我吸水那支毛笔，我先用笔锋调颜色。笔锋一调颜色，这个颜色在笔中就出现了。这个时候出现的这个笔锋颜色，可能会有色彩的断开的部分，比如水跟颜色，这个叫做色阶。色阶是由开始不匀逐渐到匀的。这个颜色是这样的一个侧面，这个颜色画出来是多少有些深浅变化，这就叫色阶。为了让色阶丰富，我们可以在笔锋再调另外一个黄颜色，这个颜色调出来，色阶就本来就是丰富的，因为它比它颜色重，我们或者叫色度上比它浓一点，是吧？比如现在这个颜色，我用它了，调完了以后，笔锋再调了一点点，接着笔锋就调一点交叉，这时候这个颜色我们在调色盘上再一调，我们就发现有点重。这个重颜色我们也画上一看，跟刚才不一样了，两笔颜色画出来深浅不同，深浅不同就是色阶变化产生的。然后为了让这个色阶有些层次，我们觉得你只要是画小笔触的东西，最好不要把笔调的次数过多。所以我主张在画之前呢，笔要蘸一点黄，两种黄同时蘸，甚至在同时蘸一下交叉。这时候我们就行笔，哎，一画出现了一笔、两笔、三笔，这三笔相加的东西形成形了。这个形可能就是我们要表现一个内容，因为今天我们要画迎春花，所以它就有点迎春花的意思。然后把刚才这个也给它加工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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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这种办法多点，点出长的、短的不同的笔法，就体现出调笔的过程产生的浓淡深浅、干湿和深浅。所以这样的话，画着画着颜色就平了。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这一点，这时候需要你继续加某一个颜色，比如深的，继续加，然后破刚才那个平的那部分，破它，破两笔、破三笔都可以。你破的是形，当然你不会画迎春花这个结构，你需要到自然当中去看，你要按照自然当中这个结构组合，你要画画速写啊，画画写生啊。但是现在我们是了解了结构以后，需要破颜色的不平，有层次，让它出现层次感。这时候我们就开始采取这种跳跃组合法，跳着画，颜色总比一次性排列画要效果好。我给大家做个实验，现在我蘸好了这个颜色，我先做一个排列组合的，1、2、3、4或者5，这是排列组合的，这几笔明显看出来深浅没有变化。那么如果我们把调笔的这个功能利用起来，调笔当中有前有后的颜色，并且略调笔的变化，让它出现点色阶，这时候就可以出现跟它相反的一种效果。比如说跳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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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跃，哎，这几笔画出来，一看就是深浅相加组合在一块儿的，这一看就是平的。所以我们跳跃组合
加上会调笔，可能会使画面效果画出来更好。好，下面我把这个知识用在画面里边。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加进一个色来了，比如说把大红拿进来了，刚才那个鹅黄颜色再拿起来，多挤一点，挤在原来那个鹅黄的地方。好，这样的话呢，颜色基本上就可以了。我们现在开始拿笔调浓的鹅黄，需要你蘸进一点大红来。好，看到了，颜色改变了。我们比一下，还真改了，深了点了。我们可以再蘸一点，再比一下，改了，但是特别红。我们现在需要让它颜色有点明暗变化，因此再加了点焦茶，再点一下，哎，这个颜色合适。现在利用笔里边的前边深、中间淡、后边更淡这么一个规律，我们采取跳跃组合法，开始画，一笔、两笔，画这边一笔、两笔。然后补一笔3笔，再补一笔4笔，然后又画别出去了，哎，又画别出去了，这颜色总是不一样的，然后又回来了，然后又画这边来了，这是为了构图，这叫什么呢？这是右上侧补，右上侧补，笔还可以转，你看还可以转，还可以转，有点点的成分，有点点的成分，有点点的成分，你看，好，好，这笔可以左右左右啊。画着画着就发现又要平，这时候继续调有色度的色儿，比如说又是调了焦茶，哎，颜色又变了。这种组合办法是后完善型，它还有一个优点是什么？当你画着画着，你就发现你这里边是有的5笔，有的4笔，有的3笔，有的2笔，甚至有的1笔，就不会出现每次画花的时候都是1笔、2笔、3笔、4笔、5笔，1笔、2笔、3笔、4笔、5笔，这样的5笔组合或者4笔组合，哎，它就会出现形上的重复，使画面没有层次感。我们画画当中谁都在追求虚实关系，画虚总比画实要好，画虚总会比画实要难，因此我们要画虚。虚其中有一点就是花无正形，就不让它画完整。比如说我画2笔没画，我本来等着后边画，可是因为其他都画完了以后，到这儿我就索性画3笔就结束了，我就不会再重新补成5笔或者4笔，所以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创作、对我们的审美都会有帮助。画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哎，疏密有点大面积的出现了，这时候就要加一个内容，加什么内容呢？用一支小笔，勾线的小笔，这支小笔拿上来，吸点水，然后倒一点墨，用小笔笔锋调一点浓墨，调这点浓墨，可以在调色盘上试一下。如果这个浓墨水多，你不管在什么状态下，你只要加进任何颜色，墨在调笔当中，只要有水，水一多，怕它阴，你调进任何色彩都可以改变它的比重，这时候就不会阴了，啊，然后我们就点它的那个芯儿，点这芯儿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层次感和动感。你点的时候肯定是跳跃的、错落的，按照疏密的去点，不可能排列的很细，或者说排列的很密或者很标准，你一定是有疏有密的做的，这样画面就给一种动感了。现在大家画到这儿，应该感觉到跟我一样，这画面当中这个花是动的，它不是静止的。在这种状态下，可以用这支笔继续连接线条，注意中锋连接，然后中锋断笔衔接，连线条，然后带过来，这个线只是定位的，画到最后的时候，这个线条可能有的就被挡住了，但是有的还在保留着，这样这个花就被线连成一个整体感。我还拿起刚才那支中号笔，笔锋蘸焦茶颜色，并且蘸了一点墨色，从这儿蘸也可以，蘸了一点墨色，啊，这个墨色还是纯墨色。刚才这个焦茶这个盘子里边的墨色多少有点颜色，怕它水少，笔锋
不许动，用笔腹吸一点水，怕笔锋沾上水，是吧？然后我们就开始调一下笔，这个调笔又是采取最初我介绍那个标准调笔方法，左右行事。因此我们现在利用这个效果，开始侧锋画它的主枝，画它的主枝，然后带过来，带着带着这个墨没了，就变成墨被吸走了，剩的只是颜色了。然后又调一点墨，调一点淡墨，调了一点淡墨，接着走。这个行笔当中当然要出现提按顿挫，是吧？行笔的变化，那我们每次都会讲到这个行笔的问题。下面我就把行笔跟调笔在一起一谈，大家就明白，就是行笔和调笔当中，行笔是为了把调笔的东西深浅、浓淡、层次给它体现出来，啊，画到这一步的时候，我们把构图简单一定位，占一下位置，把这小枝画上。你看画着画着就淡了，因为咱们没有蘸颜色就淡了，自然而然就淡了。这个淡就是虚实关系，就是层次，啊，画好，吸一点水，用笔腹吸一点水，好，上来，蘸一点淡墨，把这边的淡汁给它补上，补上。这时候这画面这个趋势具备了，疏密就需要继续加工。然后拿一支小笔，这支小笔我们开始就预备好了，我们调黄颜色。第一次调的时候，大家还记得，我们先调的藤黄，这次就直接调鹅黄。调鹅黄以后，直接就调一点大红，不用细调，直接就蘸焦茶。好，开始点花里边的层次，一笔、两笔、三笔、四笔，点上一笔、两笔，点层次，同时找花瓣的结构。层次感有了，啊，这边也是点点层次，画着画着就又淡了。什么叫淡了？就是笔尖那个颜色没了，这时候又蘸笔尖上重的那些颜色，还是从大红蘸起。你看这次又蘸焦茶，哎，这个颜色就重，哎，这个颜色就很亮，而且很明显的是它在色彩里面有纯度，是吧？跳跃着点一些不规则的点，使画面丰富一点。造气氛，啊，这笔行笔当中，为了体现出调笔的感觉，老是侧锋转过来，侧锋转过来，你看，老是侧锋调，你看调，啊，过来了，把这刚才那对称的这三个花给它改了，不要它了，啊，破了它，这就没有那感觉了，丰富起来了，比刚才多了一层，实际上是多了一层深浅变化。然后拿起那支勾线笔，啊，蘸一点焦茶，蘸一点墨，把刚才后勾的这些再点一遍。这个点的颜色以墨为主，稍微重一点这个芯儿啊。那就是第一遍点跟第二遍点的颜色还真是有点差别，这样可能会使层次感有虚实，画面内容丰富。点着点着也是，这墨就没了。你点3笔以上，这墨就没了。没了也不要调笔，继续用这个没有了，并且还有一点痕迹的这个笔触，来把它点上，调整一下笔，看看构图有没有改变。比如说这个构图就是我们从这个角度右上角上来向左下角走呢，还是说把这个构图让它丰富一下？什么叫丰富呢？就是画面的线条让它错落穿插起来，出现一些小线。这个花儿要是把它线条穿插的很美啊，这画面就感觉内容丰富。你看，穿这些小线，这些小线需要大家在课下去常练啊，小线，你看它就显得东西多。你看画着画着又是淡线了，这时候又要调一点，又蘸了一点焦茶颜色，蘸了一点墨，又把这小线画的哎有干有湿，有浓有淡，啊，还吸一点水，用笔锋，有浓有淡，有干有湿。而且有轻有重，你看画出来它不一样，哎，然后这个还可以为了需要把它破一下构图，比刚才丰富了。丰富以后，下面就是缺点儿，又拿起那个画花的这支小笔，
然后开始画，吸点水，调鹅黄，调一点红，又重新组织一遍颜色，调点焦茶。开始看哪一组让它可以调得更加完整，或者叫做疏密层次更加丰富。比如这组，我们加一加，哎，有时候加2、3笔就够了啊。浓度指的是什么？黄颜色的纯度加起来，哎，多一点，纯度加丰富一点。这时候在里边不要看得那么清楚，说几瓣几瓣，几瓣几瓣是在某些局部关系上可以看，整体效果上让它就是黄色。在画面里边以黄色为主，表现春天那种春意盎然那种感觉，表现早春的那种韵味。好，下面吸一点水，蘸了一点焦茶，把刚才没有画到的东西我们再补充一下。其实绘画艺术它有几个大关系是不可改的，比如说，首先是黑白灰的组合关系，然后就是点线面的组合关系。这些关系在任何艺术形式里边都是一个元素，就是你甩掉它是不可以的。迎春花画好了，调笔也说了，为了这个画面丰富一点，我们可以在下边加一个内容，是吧？加一什么内容呢？比如说我们加个麻雀，啊，下面用一支笔吸点水，正好我们这颜色里面还有焦茶，大家那调色盘里也应该有焦茶，把它蘸上，顺便笔锋调点墨，这又是调笔的问题啊。好，大家看，我们画只麻雀，头部，连笔点出它的背部跟翅膀的关系，然后一带画出它的尾巴，一只。第二只，我们选一个位置，选哪个位置是构图嘛，就得选一个位置。比如画面位置需要，我将来打算把字儿提在左上角，那么我这麻雀就在这个位置画，这个位置画，啊，把哪儿提字一定要在创作当中想到，不要画完了这张画了，说哎呦我哪儿提点字，那当然可以，但是我认为把字提什么内容，提多少字。把它放进去作为画面的处理，应该是提前考虑的。好，下面我加在这儿，那大家就应该看明白，我将来字要朝那边提，是吧？好，两只麻雀画完了，我们把笔放在一边，用那支勾线笔点点墨，画麻雀背部的这个斑点，把它画上。啊。因为现在我们是拿它配景，拿麻雀配这个迎春花，所以今天我们就是简单的介绍。将来有机会，我们还要把这个麻雀单为大家细致的来研究、来学习。把嘴画上，然后翅膀，注意这翅膀，这翅膀我们画的时候要留点飞白。这个翅膀啊，画在当中，画的要短一点。为什么要画短一点？就是你短了以后它好看，啊，不要太长。好，这边也是短一点，并且跟这个身体当中有一个飞白的那种自然衔接。这个因为是淡的，我们就顺便画淡笔，顺便画淡笔，顺便画成淡的，中间没有调笔，没有调整笔。好，然后把笔放一边，把那支中号笔拿起来，啊，中号笔拿起来以后，把笔中的水挤掉，注意水挤掉，挤掉，然后开始吸一点淡墨，把它的前胸画了。前胸注意不要往里边贴死，要自然行笔，留点白，自然行笔留点白，这小麻雀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同样用那支小笔。吸一点水，蘸点大红，并且蘸了一点焦茶。然后我们先把它的飞起来还能看到的那个两只爪的位置确定，这个位置我们就可以把它画在后面。这个位置我们可以把两只爪画在前面，让它露一点，啊，画在前面。然后这两个
张开的嘴有一个我们可以区别一下，画一个能够看到的小舌头，这样的话呢，就画面就完整了。这张画就感觉有一个内容。在调笔当中，把笔锋和笔腹和笔根儿的所有的色彩变化或者墨的变化，不让它都匀了，让它前面还具备什么色儿，中间具备什么色儿，后边具备什么样的颜色。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是锻炼自己一个过程。当你把3个色在调色盘上把它调匀了，再画，不如你没有调匀，在纸上边画边调，边画边让它互相渗透，使画面的色彩会丰富起来。我们在准备的颜色当中有一个白颜色没有用，什么时候用？这时候就开始用了。我现在就打开一点白色，我挤在我的调色盘上，调一点白，加点藤黄，这个颜色很亮。然后利用这个色儿来表现迎春花当中的层次感，比如在稍微有点密集的地方，用这个色儿来表现，让它亮出来。这个颜色还可以再浓，甚至还可以加一点鹅黄在里边，让它亮起来，亮起来。这个颜色由于我们打了刚才那个色彩的黄颜色的底子，所以它画出来以后是亮的，啊，而且可以适当的调整前后虚实。所以要说中国画讲究2个字叫收拾。什么叫收拾呢？我感觉我们在画第1笔和第2笔、第3笔的衔接当中，它就有收拾的体验和关系在组合。比如说画完第1笔，你用第2笔相加的时候，就是在收拾第1笔。你在画第3笔的时候，带着这种意识，就有收拾调整前2笔。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用这个颜色画本身调整画面的时候，就是在收拾画面的色彩。画到这个程度，画面基本上就行了。那么迎春花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局部，把它搬在画面上；麻雀我们看到的一个局部内容飞起来的，画在画面上。那么这个迎春花是让它画在高处的还是低处的？这时候就牵扯一个构图问题。如果现在我拿起来那支中号笔，我调整一下笔中的淡墨，调了一点交叉颜色，比如说我在左下侧的部分、右下侧的部分，比如我加上内容了，加什么内容？比如我在这加了一个干，往上一带，这时候我就证明这个迎春花是高处的。我的这个干画完了，好，这迎春花就是高处的。这鸟在飞过来，下面我就把这点给它加上了。那么我们这就是高处的迎春花，啊，把它画完，甚至再补几笔枝条，哎，画面效果就丰富了。画面效果丰富了，效果丰富。然后我为了画面需要，我把刚才那支笔都在旁边放着呢，大家不要轻易的涮笔。好，这时候我就点了点黄颜色，补上了，就作为一种简单的调整过程。下面的任务就是跟每次一样，我们大家要提款盖章，这样一张画创作的过程我们完成。既练了调笔，也多少掌握了一点行笔，把调笔跟行笔的关系找着了。就是行笔是为了使调笔的那个东西、那个内容、那个过程丰富，同时也学会了怎么画迎春花。这就是这堂课我给大家介绍的，利用迎春花的色墨变化来讲调笔方法。希望大家在课下认真的练习，体验一下过程，掌握一下技法。好，谢谢大家。艳丽的牡丹，清新的荷花，憨态的小鸭，优雅的白鹭。您也想画出如此生动的作品吗？那就请您跟刘存慧老师学画写意花鸟画吧。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讲调笔方法的第2个内容，小鸡的笔墨变化。刘存慧，国家1级美术师，北京市特级教师、教授，现为中国民族画院副院长、北京诗白艺术研究会会长、
北京美术家协会理事，北京朝阳区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画研究会理事。师从娄师白先生，擅长写意花鸟画及山水画，尤以画风雨为佳。为什么要用小鸡来讲？因为是研究水、墨怎么调。上节课我们进行了颜色怎么调，这样的话呢，把上节课的知识和今天揉在一起，我们就能完成一个新的作品。首先，毛笔，我们选的是中号笔，这是我们反复用的中号笔，要准备1至2支。勾线笔要准备1到2支。我们曾经画迎春花用过的那个小笔，也可以准备1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来表现小鸡的结构了。我们用的颜色，大家需要准备藤黄颜色、鹅黄颜色、焦茶颜色、红色和花青或者是石青、石绿这样的颜色。作为画小鸡，不是我们这堂课具体要研究的，是要通过画小鸡来研究怎样调笔。我首先把墨汁倒出来，墨汁不要倒的很多，点到为止，因为小鸡用不了很多的墨。然后就把水和墨进行调出浓淡，拿这支中号笔吸一点墨，在另外一个盘子上面反复来做，翻过来又翻回来，看出盘子里边的墨色的浓淡是前边重后边淡，怕水多就把笔中的水挤掉。这几个动作是我们绘画当中必备的。翻过来再挤，这样水就不多了。然后笔尖再继续蘸浓墨，在调色盘上调一调，发现这个墨色深浅很清楚。画之前笔尖一定要蘸一笔浓墨，不许调了。下面我开始画小鸡的第一个动作，动作当中的第一个部分就是鸡的头。笔调出来这个状态是扁的，前边是扁的啊。落笔，笔不许离开纸，揉一下，头部出来了。出了这个头部以后，小鸡的动作，如果要画翅膀，一定要考虑到它和头部之间是什么样子。一般情况下不许顺，顺就没有动态了，所以我们叫侧锋一笔。然后笔又转过来，看我的笔锋转过来，侧锋再补一笔，这样就出现了前3笔。这时候就需要把笔中的水挤掉，挤的当中要反过来。水挤掉的意思有2个，第一是将笔中的墨色带走，使笔中的墨色变浅。我们看一看这个颜色，它快干的时候就特别明显。现在我们也看得出来，它是比前3笔淡。如果你要觉得自己掌握不好，你可以适当的把这个纸拿起来看一看是不是淡，然后继续把笔中的水挤掉，把笔弯过来。注意我这个笔在调色盘上找一空白地方弯一下，利用弯的这个度来吸水，笔腹避免前面沾水，吸一点，吸过来以后继续把水挤掉，这时候就使笔中的墨色更淡。这种做法有时需要反复1至2次。然后画它的前胸，前胸是一笔补一笔，把笔调过来，笔锋冲下往上画，笔又调过来往上扫，这时候笔当中的水分几乎很少了，把尾部一勾，一个动态出来了。这个动态还是我说那个，一定要注意前3笔墨最重，后背其次，最淡的是胸部。
像这些衔接的部分，有时候可以利用关系补补笔，利用淡笔的关系或者是淡墨的关系，这些地方也是创造一下、完善一下造型。这时候笔中肯定不是浓墨了，因为我们画完它的尾部和它的前胸，就证明它不是浓墨。现在需要继续像刚才那个动作，把笔弯一下，吸水，笔根吸水，把笔中的墨色挤掉。挤掉以后，蘸调色盘旁边的淡墨，找一笔，一蘸。这时候可想而知，我下笔的这个墨色绝不是画面当中第一次下笔那个浓墨，它肯定是浅的。我们来画第二支小鸡，我在这儿画侧锋笔，它干了以后，相当于它的前胸的颜色，比较淡。笔杆冲前，点它的翅膀，一个翅膀点完了，笔要翻过来，用侧面点第二个翅膀。为什么要翻过来？就因为我这个笔是扁的，我们叫做鸭嘴状，不是圆的。这时候需要像刚才一样，把笔中的水挤掉，画它的后背，后背肯定比前边那3笔淡，然后继续把笔中的水挤掉。吸一点水，好，然后调整一下笔，画它的前胸。前胸画的时候，笔不要平着用，因为这笔是鸭嘴状，笔要立着用，省着它这个水太多，会使画面阴。往上画，堵这块白，然后把笔调过来，笔尖冲下，画它的前胸、腿部及尾部连过去。这样这只小鸡画完了。总体上比第一只鸡要浅，颜色淡。按照这个道理，继续画第3只鸡，又是把笔弯过来，吸水。通过我演示这2只小鸡，你就发现了，这时候调笔过程很重要，吸水过程很重要，挤水过程很重要，并且这时候你就发现，没有一次我是重复第1笔去蘸浓墨，没有过。我只是排除这个墨的浓。而逐渐让它淡下来，这是画第3只鸡。说鸡怎么画这动态，你是单练的。现在我们谈的是调笔。第3只鸡，落笔，笔背抬起来画鸡的头部，然后根据动态，我自己设计一个翅膀。这时候要干嘛呢？挤水。这时候大家跟我一起来想，开始挤水。把水挤掉，画它的背部，点一笔，虚虚的点一笔，继续吸一点水，笔腹。吸完了以后，笔中的水继续调一遍，调点淡墨，这规矩跟前面是一样的。然后就开始画它的动态，首先画它的肚子，然后画它的大腿，然后补它另外一只大腿，然后画它的尾部。另外一只小鸡画完了。3只鸡一比，你就发现了，第3只鸡比前2只还要淡。好，下面我们拿颜色，鸡爪的颜色可以使以下几种色，和嘴一样。第一，可以拿出黄，鹅黄，我们挤一点，放在调色盘上。第二，挤一点焦茶。挤在旁边。好，这时候这支笔把水挤出去，笔已经润过了哈，挤出去，先蘸点藤黄或者是鹅黄，总之是黄的成分，然后笔尖调点焦茶。这个颜色实际上趋向于赭石，因为你讲的是调笔，你2种颜色相调的时候，那个颜色当中还在渗透当中是变化的。你用单纯的一个赭石，它颜色是单一的。所以我主张调啊，然后我们画这个鸡的动态和嘴的位置，嘴的位置可以画在这儿，可以画在这儿，我们这个嘴的位置就画在这儿吧。好，这个嘴的位置画在这儿吧。好，这个嘴的位置要注意，因为现在还没有干，你要看一看这个嘴的位置，如果冲向，我们就画在这儿。
如果冲上，我们就画在这儿，那是鸡是羊头，画在这儿鸡就是低头，啊，然后继续调一下这个颜色，把它的爪画出来。一笔大腿，第二笔画中间那个爪的中间那个指骨，然后画两侧的指骨。好，然后顿一下，把它的掌画出来，画那只小腿，啊，这个也是一样，摆的位置就决定了它的动态，啊，然后继续调，把这只画出来，大腿，中间那指骨，一笔，两笔，注意，两笔相加都在一个点上，当然就顿出一个掌来，自然顿出来了，然后再往外一拉，再画小腿，然后这鸡如果是跑过来的，我们就把后边那腿放在这儿，就显得有动态。啊，第三只大腿，中间的指骨，两边，好，画完，然后这只鸡的动态是这样的。三只鸡画完了，把这支笔的水挤掉。找干的浓墨，浓一点的墨，不阴啊，水很少，找出来点眼睛，这个动态肯定有眼睛，这个动态也肯定有眼睛，看到一点，这个动态就未必了，我们就不画了。这样就三只小鸡，通过调笔的感觉跟顺序跟节奏，以至于调笔的程序，使你画出来浓淡不同的三只小鸡。注意，跟调笔有关。特别是画完第一支到第二支的时候，没有再蘸浓墨；第二支到第三支的时候也不蘸浓墨。下面我再补上两支，大家再看一看，巩固一下这方面的知识。继续吸水，这支笔没有动啊，没有调也没有涮，几乎我没有在调色板里涮笔的时候，啊，笔吸点淡墨，笔尖略微蘸一点浓墨。我们再接着画，头点上，动态要区别啊。翅膀点上，那个是张着翅膀呢，这只我们就不让它张着了，啊。然后大家这时候应该跟我想到干什么呢？把水挤掉，挤成淡墨，然后把它的后背画了。后背如果怕它淡，你可以反复在这画两笔，这都不要紧，啊。然后继续把水挤掉，如果要特别淡就不用吸了，把它的前胸画了，把它的尾部画了，哎，一只小鸡动态画完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干脆顺势调点这个黄颜色啊，因为我这笔里边刚才有墨，也不要紧，再调点那个，吸点水，调点焦茶，把这只小鸡的嘴画出来。把这只小鸡的爪啊，找一个位置，比如说在这个位置画出来，这样就多了一只了。这就组织疏密了，尤其在组织疏密两只以上的时候，你就是在组织墨的疏密，就是组织笔触调笔的疏密，根本不是单纯的组织小鸡的个数的疏密。小鸡只是我们表现笔墨的一个借题发挥的内容，由此我们才开始来研究出调笔多重要啊！现在继续调笔，再画一只，我们就看它和它之间的疏密组合。比如我们觉得我愿意在这儿加一只，那我就加一只吧。它低头的，啊，身子是冲上的，注意，啊，身子是冲上的，这三笔画完了。吸水，吸完水把笔中水挤掉，然后变淡。你看这个程序，这时候我一说，大家就应该跟我默着心里念，知道应该到这个程度了。然后又吸水，然后调一点淡墨，然后把这小鸡的动态画出来。你看小鸡动态，这淡墨调完了，画动态，画完动态把笔调过来画动态，然后把笔翻过来一画它的尾部，这小鸡完成。啊，水墨关系出来了，好，调点颜色，画嘴，
然后画它的爪，指骨画出来。这是一什么个动态？比如从这静止动态，就从这儿画；如果不是静止动态，就从后边画，啊，然后5只小鸡画好了，蘸点浓墨，把它的眼睛点上，啊，把它的眼睛点上。好，5只小鸡表现笔墨层次不同，靠什么？靠我们调笔。调笔方法要研究。如果我们忽略这步，随便不考虑正确与不正确的调笔的规律，不考虑不研究，自己任意做，你只能够偶得一些笔墨好的效果。你要想笔墨好的效果，必得怎么做怎么有，一定要研究什么时候应该吸水，什么时候应该调色，调哪儿，笔中什么时候需要把水排出，什么时候需要继续把水吸进来，或者把颜色调整，这是需要研究、需要琢磨的。下面用大笔怎么调，我得说一说。首先，我们拿小笔画大笔效果行不行？这个笔在我现有准备的笔里边，你们都手里都有，中号笔是最大的，最大的笔能画小鸡用，还能画出代替大笔触的笔的笔形吗？咱们试一试。首先，大家从你们的准备的颜色里拿出花青，打开，把它挤在调色盘里边，挤在调色盘里边。好，拿这支笔吸水，大笔吸水，大笔调色，就要把笔整个调进去。刚才画小鸡的时候，我们只调了笔的1/2或者1/3，现在需要大笔触，整个笔全进去，一直吃到笔根儿。好，画青，画青加点什么呢？笔尖加点，正好盘子里有，加一点焦茶。我们需画什么呢？绿颜色的，干脆画个芭蕉吧。比如这处创意就来了，因为我们往往搞创作的时候都是借题发挥的，是吧？你要2次造型、2次创意，可能对你的画的整体效果会更好。在哪儿画？看看，芭蕉，芭蕉大笔触，芭蕉，芭蕉，笔要翻过来，这是调笔造成的。因为笔中水分是这样的，所以形成了现有这个效果。大家还记得我曾经在第1堂课讲的水的运用，当笔画到干处的时候还要画，翻来覆去画，你才能把笔的味道画足。这时候吸水，吸完水以后，继续调那花青。调完这个花青以后，笔尖可以适当的蘸一点墨，适当的蘸一点墨，然后补笔，让它厚起来。补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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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补到这个状态，大面积的东西有了，吸一点水，笔尖蘸点颜色，甚至再蘸点墨，把它结构画出来。结构，结构是什么？结构就包括筋脉，包括墨色，包括它的感觉上的一些东西。好，芭蕉，这个芭蕉画出来就很自然，啊。然后吸水，又是调笔，看，然后把芭蕉的另外的部分给它润化。然后这时候吸水，调点淡墨在里边，把另外一笔芭蕉叶子先画淡的，你看这还是调笔的事儿啊，先画淡的，然后把芭蕉颜色皴进去，后皴擦进去，吸点水，补笔把结构画了，补笔把结构画了。然后都不用吸水，直接把结构勾了，顺势就把这个筋脉用这个笔中的余色把它勾了。
吸点水，把它的造型完善一下。好，2片芭蕉。芭蕉画完了，发现这俩芭蕉有点接近，这时候再补笔，又是调笔，调点花青，把这笔加重，你只需一加重，看，齐了。好，2片芭蕉画完了，这边可以适当的皴擦一下，把它衔接过来，等于这个芭蕉这边有根接过来。好了，颜色、墨色，缺点什么？画面当中都要具备点、线、面、黑白灰，没有线。我们上节课练过迎春花，正好大家可以把它加上，用那支小笔，勾线笔一支啊，吸水，放一边，吸完水先放一边啊，然后拿起鹅黄挤在这个调色盘里。这个迎春花因为它是配景，就不见得非得画那么丰富的色彩，有这个黄做底色，顺便加上一点焦茶在里边，剩余的焦茶就够用了。如果你觉得不舒服，加一点墨都行。点花，把巩固了一下上堂课讲的花的点法，调笔以后行笔的这种感觉啊，随着画随着调整颜色，随着画随着调整。啊，随着画随着调整。这时候怕颜色不够，再加一点焦茶进来。我们放在这儿，啊，然后笔尖调一点焦茶，还是有那点黄，就够用了。啊，这儿随便画两笔，你看调笔完了以后出现的这效果，哎，你看笔还转一下，好，这个效果很好。然后我们就把它勾上，好。当具备了现在这个状态，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完善这个花了。点点就是完善，这我们讲过。然后勾线条，正好缺陷了，勾线条就是完善。吸点水，调点淡墨，勾线条。这线条要勾出层次感和它的虚实。层次感跟虚实，主要谈的是线条的走势。和它的这种错落的这种穿插关系，哎，线条画到这儿了。其实画面这时候就已经很好了，已经够了。但是小鸡跟芭蕉跟迎春花3个东西不同内容，怎么连贯的更紧密？这时候需要拿起那支笔来调点墨色，或者就直接调点焦茶。还是我说的，为了构图需要，我们把它画一个小架子、竹架子、围栏，是吧？这张画就整体上给它组合在一块儿了。这个创作过程，为了画面的情趣需要，最后需要调点黄颜色。小鸡儿干嘛呢？啊，看它的掉下来的东西，是吧？哎，这是情趣需要，啊，调那么2笔，这是情趣需要，你看，画面就完整了。上面呢需要再继续画，我们还可以加点迎春花，不需要继续画也就可以了。啊，这就是色彩关系。整个画面出现了现有这个状态，创作进去了，用调笔方法练小鸡也练了，啊，然后迎春花也复习了，这就是掌握一张画的调笔，把调笔作为一个绘画表现过程当中一个重要环节加以重视，我们来研究的。下面就是把款题上，按这张画的题款方法，也可以在左上侧题，右下角盖章。今天讲到这儿，
我把调笔方法利用2节课的内容跟大家说了，而且用水墨的小鸡和前1节课的色彩的迎春花来说清楚。调笔首先笔的色或者墨不要在调色盘里调过于时间长，不要把2个色3个色调成1个色，那叫调熟了不好。所以笔的方法应该说是既因人而异又有规律。所以希望大家在课下练习当中，既听老师讲，认真课下练体会，也要摸索你自己一个调笔的一种感受。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白鹭，您也想画出如此生动的作品吗？那就请您跟刘存慧老师学画写意花鸟画吧。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讲32字技法当中的第3个内容，行笔变化。行笔变化，我们拿什么来讲呢？拿紫藤的穿插来讲。刘存慧，国家1级美术师，北京市特级教师、教授，现为中国民族画院副院长、北京诗白艺术研究会会长、北京美术家协会理事、北京朝阳区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画研究会理事，师从娄师白先生，擅长写意花鸟画及山水画，尤以画风雨为佳。我首先介绍一下毛笔。我们准备的毛笔有，我先拿几支中号笔，调玫瑰红，这个玫瑰红颜色用笔锋调好，按照我们原来学的调笔方法，把它调出色阶，笔尖略微蘸一点紫色。好，这时候这个笔是分成2部分的。我们拿点法来讲变化，大家这样点一点是一种点法，点下去拿起来。大家这样点一笔，点下去揉一下再拿起来。大家再这样点一笔，侧锋点下去，然后侧锋拿起来。这3个点法只是第2个把颜色紫一点的颜色、红一点的颜色加了一次调和。那2个点法都是落笔拿起来，颜色没调就没调。所以这时候我应该把颜色调一调，在调色盘的边上做一下简单的调试，然后再调一点紫，再看点法还是那样的点的，摁下去拿起来。但是因为调过了，所以这俩颜色有了一个自然过渡。第2个做法在这实践，由于再调一次，这个过渡的更细。第3个做一遍，由于没调，只是落笔挑，也是有一定的过渡，所以简单的调试或者在纸上再继续调试是我们要做的。这是属于行笔变化当中的第1变化。第2个变化就是组合这几笔。这几笔怎么组合呢？大家跟我看，落笔揉，再落笔再揉，再落笔再揉，再落笔再揉。这个笔呀没有离开纸，我连续画出4个点，然后我补笔的时候，我补一笔，我再补一笔，没有揉，然后我离开，再补一笔，没有揉，再补一笔，没有揉，重新调整一下笔，笔辅吸一点水一点，然后调笔，调紫，调完紫以后，怕这个颜色太亮，我们适当的蘸一点笔中已经有的焦茶，这个焦茶点上，然后我们继续看，点一笔怎么样？哎，点完焦茶就柔和了，笔没有抬起来。继续吸点紫的怎么样？调笔啊，我继续过来了，吸点紫的，拿过来，怎么样？好，又跳跃看看，哎，不错。笔又过来了，又吸了点紫，这时候先吸紫后调玫瑰红，咱们看看有什么变化啊？这紫的成分为主了，你看，你看，哦，我先调的这个颜色会阴出去，随着水，我后调那个颜色呢可能会保持住它的色度。那么现在老师教我们要
连续做，这个有没有名称呢？有，这个叫做比不离子，请大家记住。然后我把这个已经画到半截的这个2个花，我们给它补齐。这个速度快也是一个办法，啊，这时候我就蘸一点胭脂，蘸完一点胭脂以后，我再蘸一点紫色，我们看看，蘸完胭脂再蘸紫色，这个感觉颜色比较厚重，连着画2笔，再点一笔看看，比前面所有的颜色都要重，重了我们可以表现前面的，因为我们这堂课讲的是紫藤的穿插，穿插什么呀？肯定是利用多变化的行笔来穿插它的不同色彩，以至于表现不同结构。好，那么这时候我们就穿插，越画越淡，越画水分越往上走，因为你笔根里有水啊，这水逐渐的顺着笔管下来了，都不用你吸水，它老是很饱满的，你只需要去。没有颜色了，好，我们调点紫试试，调点紫试，你只需要调整色彩，调点紫，比较再蘸点焦茶，让它再丰富一点，你只需要考虑这个。你看，来了，好，重的，这就是画到最后了都没有色了，还要在上面点，因为没有色了还有水呢，是吧？你看这几笔给它点上，继续调点紫，调点。给它点上，这是什么？我现在用小笔拿起来，蘸了点颜色，蘸了点焦茶，然后放在一边，再挤了点鹅黄。鹅黄我挤在这个白色旁边，大家看得清楚啊，白的往旁边，鹅黄，再蘸点鹅黄。行，这颜色比较多，鹅黄、焦茶里边都有。以法得趣谈什么？谈的是你怎么连它，怎么组合它，采取什么样的办法。你是把这一朵花，就这朵花而言，我是画出1朵，你看，有的人就上来了，把它一勾，一勾，画成1朵。1朵一连就是1朵花，你还是把它画成2朵，甚至这不是这个，还有1朵、3朵，3朵插在一起了。这个明明是应该这样垂直画，我不让它垂直画，我让它弯曲过去，形成一个组合。这朵明明可以和这一组形成一个完整的，我就不让它形成完整的，我诚心给它变成2。你看这个采取的法是不一样的。这个法首先是创意。然后是采取的形式，表现形式，啊，这个这样画就算基本到位了。但是画到这儿，我不一定非得跟它连，是吧？我就让它这样不连了，我又向这边来了。比如说，这个我让它这么来了，形成俩是一个整体。这个又这样来了，你看形成了若干个花在一起错落，在一起错落，错落什么呢？错落情趣，变化结构，使你这花在点完了以后形成了一种概念，是不是板的，不是质的，是很自然的。大家在画藤萝当中应该见过有几种表现方法进入，有的是上来以后我们要先画，比如说我先画一个花轴，画好，然后在这花轴的基础上我点花，这是一种办法。我点，蘸点颜色，吸点水，调点不同的色彩啊，跟紫藤有关的，点点，点，哪儿有可以点的这个凸起的这个花轴的这个柄，就在那儿接，这是一种做法。这种做法行不行？可以，但是容易千篇一律。你到第二个怎么办？再来一个，又来了一个，往这边一来，你势必还要点呀，那你还要去点它呀。好，你再点完了以后，顶多就是这俩花有深有浅不一样，但是这俩花的点法会造成一个在创意上的一种重复。
你点完的结果，所有的花是一种形态，那你不如干脆你先点花，后穿连接的花茎或者花轴，这样会使画面你自由度、二次造型借题发挥的自由度丰富。这就是在谈紫藤穿插。紫藤穿插当中还有很多东西要谈，比如说，因为你谈的是行笔吧，比如你谈要有点，什么地方点点儿啊，点那个红的小点啊，这个红点是在紫藤穿插当中来使画面丰富的一种手段。有的地方它表现出来像紫藤花当中的转折的光影，或者是转折大小花瓣的那种自然那种形成的规律，有的就会形成像发紫发红的那个根部那个花蒂的那个颜色，有的就仿佛感觉是没有开刚出来的小红的很嫩的这种花苞，都可以。总而言之，这种点是为了丰富色彩的，它也是在创造行笔变化的，是吧？我们把它点上，点上。好，那么行笔变化要变化什么？除了变化这个颜色以外，还要变化它的虚实关系，同时还要变化它的色彩关系。我这个白挤了半天还没用呢，现在我用点白，把笔拿过来，笔根儿蘸白，笔根儿蘸了白了，大家看到了，笔根儿有白。好，笔尖儿蘸点刚才用过的那个剩余的那个紫色，或者是其他颜色。有的时候笔尖还略微蘸一点点焦茶。我们在旁边找一个空白位置，我们点一朵花看看，这个花的颜色明显的明度、色彩的纯度就没有刚才强。然后点，我们是练行笔变化，练笔不离指，那我们就点吧，是吧？点到这儿淡的，然后又蘸了点焦茶跟黄颜色进去，然后看这个颜色画成什么样，画成这样，有点偏黄啊，偏黄。然后偏黄当中又调了点紫，注意又调了点紫，拿过来，又在偏黄这边又点了点紫，这种自然的使颜色和水分互相穿插、互相渗透、互相以破色关系来进入组合，比较这个排出了一个一个颜色更自然。所以我觉得在画近景之后的背景处可以采取这个做法。这时候我就适当的拿墨汁儿做一种添加，比如说我在这个盘子里我点了一滴墨汁儿啊，比如说放这不动啊，点好了以后，我这个颜色刚才是画花的笔触，大家都知道这个颜色很亮的，画的是这个色儿的，你看虽然淡，但是它很亮。这时候我笔略微了吸了一点点淡墨，一点点，我把它画进来。哎，紫颜色跟淡墨，你看它形成的感觉，除了第一笔有淡墨以外，后边的颜色多少是发挥，这一发挥就对了。这一发挥跟前面没有发挥的亮色形成了前后关系，所以我就蘸一笔黄、红、紫色或者粉红色之后，有的时候适当的蘸一点墨，哎，然后我跟各种颜色形成对比，比如我在上面做。在上方，你看这个颜色，你现在单看它，它不是紫，为什么？因为你拿下边的纯紫去对比的，但是它确实在这个紫颜色的同类色当中，它不会是别的，人们不会说它是叶子，不会说它是其他果，只认为它是在色彩光线变化之后和统一颜色相匹配的一个灰色或者一个暖灰色啊，所以谈紫藤花的行笔变化，必须要说到敢用暖灰或者冷灰色，敢用纯色，敢采取丰富的色彩变化，并且丰富的行笔变化去创造你要画的结构和你要表现的题材。然后一次性的把笔中的色或者墨用到位，
画面给人家的情绪就丰富，我们所追求的意境就完美。啊，这块颜色在画的时候，我还拿起那支小笔来勾线。你想一想，还是那支笔勾出来就肯定不是这个状态，就应该勾出来更加虚，更加不知道谁跟谁是长在一根枝藤或者是藤蔓上的，只是看到了它们的穿插组合很美，啊，只看到了这些线在错落当中很美，啊，这就是要达到的虚实效果，以至于要达到的这种疏密组合效果，啊，只看到了很美，然后调点淡墨，好，进行二次补充。什么叫二次补充啊？就是这里边线让它出现点自然的破坏行为，比如说把这个原来很规矩的线画成不规矩了，啊，画成不规矩了。比如这个线我再补一笔，其实没有这笔，我就作为创作主观创作给它补上，但是感觉很舒服啊，也不知道它是哪根藤上的，但是它出现的是线条，啊，画面就感觉好，就感觉东西多。我们把紫藤花摆出来了，人们一读，第一看到它是紫花，第二个看到它的走势和它的大概结构，我们确认它是紫藤，然后看叶子，叶子是使它丰富起来的另外一种形笔变化的过程。拿起这支小笔，吸点水，把刚才盘子里这个黄颜色给它蘸满，两边的一块蘸。你调点墨，它就是绿，侧锋行笔它就是灰绿。你看，它就是灰绿，带点黄色，啊，你看行笔，哎，行笔变化，你看这笔翻过来调过去，行笔变化当中笔都有什么笔法呀？我觉得我们这时候才可以谈。中国画的笔法有中锋笔、侧锋笔、逆笔、顺笔、托笔。我是把中锋笔、侧锋笔、逆笔、顺笔、托笔，把它自然的插在一起了。我不是在讲究我这幅作品，这儿是中锋笔，那儿是侧锋笔，那是逆笔，那是顺笔，不是，我是把它自然穿插在一起。想穿插在一起，就要研究笔法，就要研究行笔的这个手变化，怎么样通过腕力，通过行笔的臂力，使这个笔力度有，弹性有，行笔韵味有。现在我接着表现它的叶子，这时候可以加进一个色了，我们已经预备好的一个颜色叫做太青蓝。太青蓝我放在这个盘子里边。好，太青蓝颜色和黄颜色相调是绿，怕它不绿，我们可以看一看是不是偏蓝。如果是偏蓝，我们就让它适当的加一点墨进来，这种绿比较稳。行笔当中注意，你看这笔中锋侧锋，你看转了一下笔，你看好，哎，甚至连枯笔都把它搁上了，干湿浓淡效果，这边是湿效果都有了。然后用这支笔继续吸点黄颜色，甚至可以吸一点水。绿已经有了，少蘸；绿有了少蘸，蘸点淡墨，啊，然后把剩余的部分再补一部分小叶子，然后又吸点水，又蘸点焦茶，啊，又把其他的叶子补一补。你看这个颜色老是有暖有冷，有灰有明快的，是吧？不一样，显得这画面就丰富。丰富是什么？丰富是你用的颜色感觉既多而不乱，啊。下面我就蘸了一点浓墨，点一下叶子里边的转折结构，然后点一下其他地方。在这一组叶子当中，数十片叶子，有的地方偏冷，有的地方偏暖，有的地方偏绿，有的地方偏蓝，有的地方偏灰，是最佳的。调点墨，勾线，勾线实际上是勾藤蔓，是连贯画面当中的结构关系，啊，勾线，勾线，
这个勾线我们练过啊，在画迎春花的时候大家练过，但是在藤当中，它也是一种连贯的一种表现方法。这个时候，这个花的结构基本上具备了，具备的是什么结构？色彩结构、行笔变化结构。变化完了以后，有的花是清楚的。什么叫立体关系？立体关系首先是空间关系创造的，它要分出几维来，近实远虚，这是必须要做到的。洗点水，蘸点曙红颜色，把笔蘸满，蘸紫色。看这个色儿很重，怕它不重，笔尖又来了一点太青蓝颜色。这时候我要说了，比如说我跟哪位学生说，我说现在请你把这一组花里边挑出1、2个，给我加10，把它跳出来。他可能会把1、2朵花加重，这个不是最佳方法。最佳方法是在这个花的基础上不动，而使某1、2组花的结构重新码，看，重新画1、2组，采取点法相加，让这个颜色跳出来，然后重新组合一个结构关系，或者叫画面当中的它的透视组合关系。这个用力加这个紫颜色，我就为了让画面当中这个颜色冷暖当中突出，不行再加点太青蓝，加强，然后行笔变化就指的是跳跃作呀、穿插作呀、哎，越画越淡，哎，好，画到这儿。这时候这花就齐了。现在我把这个重颜色画到这儿，我就可以觉得差不离了。把这个某些花里边的个别处给它强调一下，就完美了。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画淡的，淡的就是吸水。从现在开始就不蘸色了，蘸完水以后就开始画淡的。你看你怎么吸都可以，画淡的又吸水，你看不蘸色儿。有的淡到什么程度？有的淡到最后你不细看，画面不把它拖出来都看不清楚，但是有颜色，啊，是丰富的吸水。这就是在谈行笔的变化。你没有行笔变化，你怎么把它画出来呢？是吧？包括这些虚笔，不画那么实，都是靠行笔来的。然后再拿起那支小笔，表现叶子，把它总体的强调一下它的感觉，破坏一下原来的那个造型，这个也就能用了，是吧？这样就没有特别跟那个大关系不协调的感觉没有了。我们从画面上看出来了，效果比较丰富，啊，这时候笔是干的也好，湿的也好，你随便蘸点色儿，你只需要补充点那些加强层次关系的结构，比如说点儿了，啊，点是因为那边有红点了，我们就自然觉得它就是那个的延续，这就是写意画要追求的感觉。然后我们只需要在上面用那支大笔拿起来了，吸点水，然后蘸点你调色盘里边的任何一个灰颜色，画它的藤蔓，啊，画它的藤蔓。画它的藤蔓。一加，藤蔓一加，吸点水，加它的淡墨枝条，加它的淡墨枝条，哎，画面结构出来了，整个画面就有藤和花儿之间的严格的组合关系，花儿就被衬托起来了，被支撑起来了。这就是我为大家介绍用紫藤来谈行笔变化。那么这个行笔变化，首先我们要做到了笔在纸上的行笔过程是连笔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做到了
笔在纸上行笔过程连笔的同时是跳跃的。你看，我在这儿再加一个，大家看看，我是跳跃的。你看，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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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跃的，不是一笔挨一笔的，一个方向延续的。跳跃的结果，画面感觉就动感强，层次丰富。我们任意的勾两笔，都可以形成这个画面效果。这张画画到现在了，我们觉得应该讲的行笔变化我们讲到位了，大家也知道老师要谈什么了，是吧？连笔的，跳跃的，然后行笔当中要找不同笔的位置。一支笔我拿在手里了，它的笔锋、笔肚、笔根都要在纸上运作过，你觉得才有意思，你自己就觉得感受极强，你觉得兴趣极高，是吧？不要只用一个部位反复用，而其他地方不接触。现在已经很变形的笔，再通过在这里边一画，反例一画，反式一画，让它这形又改回来了。这个过程可能是你需要用更强的这种探索精神去研究。下面我把这张画完整画。这张画题款来说呢，可以横题。春晖图，然后盖章，好位置，正好这个位置压一个角章。好，按照我们的以往的要求和规矩，一张画完成任务。好，请大家课下练一练，看一看笔记，能够把这个笔法当中的这第一感觉自己拿到，并且得心应手的表现在你的绘画里边。谢谢大家。艳丽的牡丹，清新的荷花，憨态的小鸭，优雅的白鹭。您也想画出如此生动的作品吗？那就请您跟刘存慧老师学画写意花鸟画吧。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我为大家讲今天要说的行笔变化的第二个内容。这内容就是枝干的组合怎么表现。刘存慧，国家一级美术师，北京市特级教师、教授，现为中国民族画院副院长、北京诗白艺术研究会会长、北京美术家协会理事、北京朝阳区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画研究会理事。师从娄师白先生，擅长写意花鸟画及山水画，尤以画风雨为佳。上一节课我讲了紫藤花的穿插，和今天要说的枝干的组合是一体的。枝干的组合，首先我们要把笔选好。好，下面呢，我就带着大家一起来探讨枝干的组合规律。我们首先拿一支大笔，这支大笔拿过来以后，按照我们的常规要求要吸水，吸完水以后放在一边不动，把墨拿过来，倒一点墨汁儿，就在这个调色盘里面。倒完墨汁以后，挤点焦茶色，挤完焦茶色以后，我们就开始用这支大笔来调焦茶色。这时候笔中水很多，水多不一定要把水在其他的地方给它去掉，我们可以先利用这个水多。落笔，行笔变化指的是什么？为什么拿枝干来说行笔变化呢？因为我们以往行笔变化有一个规律是这样画：一笔下来，分支，枝干的组合嘛，分支。这个行笔我认为是缺变化的，因此你还要创造变化。比如说，调一点墨进来，在这基础上创造一遍变化。
这个创造一边变化，每次都创造吗？能不能一次出变化？利用我们讲过的知识，你现在学过的，你学过跳跃组合吧？你学过比不离指了？好，我们试一试。我们先把颜色调好，拿笔调浓一点的焦茶，调浓一点的墨色，可以在调色盘上略微的调上2笔，不动了。然后我们就看这一笔下去以后，侧锋翻过笔来，还是侧锋带到这儿，这时候笔就是笔根儿了，大家看到，不是笔尖了。它形成这个色彩变化是一边重一边轻，然后采取皴擦，皴擦，这时候这个笔好像在有变化，为什么？因为有一次泼墨，有一次侧锋行笔，其他地方我想要就勾一下，不想要也可以，就出现了一个枝干的凹凸起伏。同样出现第2笔，又过来，我断笔组合，把笔逆笔推上去，哎，形成了一个深的、浅的、比较深的，就代替了这个2次相加。然后利用这个笔的变异状态，勾出它的外轮廓，好像这个就又出现了一个凹凸变化，又阴阳转折。再继续用笔根下连到这儿，笔不离指，你看倒过来逆笔行笔，出现了现有这个状态。笔蘸点墨，注意没吸水，连过来，中锋带过来。现在这个枝，你从画面上能看得出来，墨色是岔开的。中国画讲究笔墨变化的笔是为了体现墨的变化，笔的变化丰富，墨的变化自然就有。墨分5色指的是干的、湿的、浓的、淡的，同样指的是交叉在一起的、错落在一起的。所以现在这个笔有一个问题要提出了，我们要想画淡枝，你就得吸水，不能蘸墨。我就用笔腹吸水，吸一点上来，蘸一点点非常淡的墨的痕迹，就开始画淡的。你看，而且要连笔画，你看，连笔画过来，淡的。如果你想画重的，马上这个笔就吸一点点水不动，调浓墨，调浓墨，注意笔最浓的墨上来，画重的，你看，连到淡的，自然形成，然后把它勾出来，然后把它画出来结构，啊，干湿浓淡全有。再下来又注意这笔根儿，转着上去，笔转了，横着拉出来，大家看到了，此时此刻这个画面的藤，那真是干湿浓淡全有，苍劲、老辣、浓的淡的全具备。怎么来的？行笔，行笔变化来的。大家刚才看到了，我这个笔是拧过来、转过去，用着力擦过来。你看这笔又带过来，有时候是逆着上去，有的是笔根儿，有的时候再带上去，形成的现有这个状态。笔的各个部位跟纸都衔接了，甚至把笔中的水墨色都用没了、干了。一次性用把笔中的墨色用尽，成为我们首先要总结的一个知识点。你能做到吗？一次性把你笔中的水墨色用尽，然后你再调笔，然后你再吸水，然后你再蘸墨。凡是把这墨色画的分不出深浅的，肯定是你画2笔就蘸墨，画2笔就蘸墨画出来的。所以这就成了咱们
第一个要介绍的。然后就说了，枝干的组合有了，拿什么来完善组合呢？好，我们前边这一堂课讲了行笔变化的第一个内容，就是紫藤花怎么画，怎么穿。下面我们就穿紫藤，同时巩固一下我们上节课的知识。拿起中号笔一支，吸水，还是放一边。拿起玫瑰红色，在调色盘的边上挤上一点颜色，好。拿起紫色，在玫瑰红色的旁边挤上一点，好，两个颜色。拿起胭脂色，为了丰富嘛，在玫瑰红的这边挤上一点，很好。现在我就需要拿出一个始终在旁边放着的一个颜色，就是白。把这白色我们放在旁边这个调色盘里，把黄色、鹅黄色放在我们已经有的这个交叉这个颜色的旁边，就这么多色儿。我们试一试，画紫藤，先把水挤掉，看看笔中有多少水，做到胸中有数，然后调点白上来，好吗？咱们试试啊。然后调点玫瑰红，咱们试试。注意，笔尖蘸点紫，咱们试试。笔尖再蘸一点交叉，这几个色儿一块儿来了。别忘了我曾经讲过的行笔变化的第一个内容是画点练出来的。我们在这试一试，点，跳跃点，并且笔不离指点，点，点，点着点着那个色儿白的就上来了，哎，这个颜色就又很透亮啊，上来了。然后在别处点，注意，这时候我没有让大家去调整颜色，没有。甚至不调整颜色，在这儿点。当点到这个状态的时候，发现这个颜色确实已经变灰了。你看，好，我才吸一点水，重新蘸一点紫色，蘸一点胭脂，笔尖甚至蘸一点点墨都无所谓，你是为了画层次。继续在这儿点，这个颜色跟刚才不一样，肯定不一样啊，因为它有胭脂在里边。这时候找形，找形，画过来找形。你看又淡了，但是它有颜色，你别看它淡，它是有色彩的啊。好，继续调这个紫色，调一点玫瑰红，调一点胭脂，还蘸一点交叉，在这个位置画。跳跃组合，吸一点水，红颜色上来了。你一吸水，笔中这个色彩马上就上来，因为你没有涮笔嘛，它里边老有颜色存在，这个感觉非常好。你看过来了，淡的又来了，很自然的形成。又吸点水，调点紫色，很自然的形成。甚至有的时候画出来就有那种破色的感觉，啊，有的就是画出来都不像纯水墨的感觉，有点像水彩的感觉，就韵味很足。你看，调一点，再调一点，中灰颜色，暖的。好，画到这个状态，因为我们主要是讲枝干的组合嘛，我们开始勾了，拿出一支小笔来，吸点水，然后蘸上中性颜色，比如说交叉，我们随便找一个花去勾它。勾法大家记得啊，我们等于是复习了一次啊，大家记得。勾的时候要有一个变化，
啊，如果这花儿在风中，就要有一个动作，有个起码的曲式，是吧？花儿和花儿之间有个自然的连接，不是按结构连接的，是按组合连接的。啊，笔中的颜色由深勾到浅，也是这样的。啊，然后又勾到浅处。如果你觉得深不勾了，勾半截不勾了，千万不要把它勾完。那我觉得深，我勾这儿来了。啊，然后勾这儿来了。啊，然后勾这儿来了，是吧？不勾了。然后我笔中还有颜色怎么办？还锻炼一种办法。这时候我教给大家一个小的窍门。你笔中还有颜色，你说我现在勾深了，勾深了我涮了它。比如说我涮了它，首先是一种无目的的涮，你得不到知识。如果你现在知道你里边深了什么颜色，墨的，好，我蘸点焦茶，我顺势画点印儿。你看，你这时候就马上上来就画印儿了，马上上来就画印。这个印儿还不是在一个地方画，你把它这个颜色给它分布开，分布成不同位置。同时把这个墨色也放上去了，画面效果也有了，啊，味道也足了。这时候甚至可以在干上破一破，没了，吸点水看看有没有，再重新试验一下，在干上点点点，画点关系。你看，就这种东西是点上的树苔也好啊，是小枝也好啊，正好把你笔中的余墨给它用上去，吸点水，你看得用一段时间，你把它就发现了，哎，没了，淡了好，我顺势就把它改成绿颜色，马上就调一点蓝。我们一直没有用这个蓝，这个蓝叫古蓝，我们曾经把它预备出来了，挤上一点看看，一点，然后和你已经放这儿的那个黄相加，还形成一个绿。这个绿啊，颜色很嫩，很舒服。你看这个绿，这绿画着画着，刚才那笔还可以盖住，这很重要，盖住它。这个颜色和颜色当中要错落组合，就有盖的成分，就有叠的成分，有压的成分。你看，画着画着，哎，给它盖住。你看，拿绿颜色一点，一点，好，完了，大家看这个绿颜色逐渐化淡，化淡以后就开始形成现有这个状态，然后花儿叶儿都有了，枝干是我们要主打的东西，讲好了。下面怎么连接这个东西？有一种人的做法，就是上来以后他会勾叶筋。我认为现在不要勾叶筋，叶筋在这画里边没有，叶子跟花之间就是色彩关系，一个绿一个紫。那么这时候你可以点点儿，你看，你可以再破这个颜色的平板，你可以点点儿，但是这不是叶筋，你就点，你可以表示转折，可以不能勾。但是你可以干嘛呢？你可以用这个笔顺势勾点墨，画它的小枝干，或者叫藤蔓，或者叫枝条，都可以把它勾出来，它就丰富了。你还可以继续蘸一点儿，啊，把它勾出来，是吧？可以把它勾出来，你看它就丰富了。你还可以把它就画点这种小的线条，画面里正好缺这个，画好。哎，这张画基本上成了，点有了，线有了，面有了，而且是顺势来的。我这么画一个结果是什么？你看得出来，你从调色盘当中就看到了，我这时候的结果是调色盘水是清的，我没有把这涮，哗把这笔一涮。你这样就锻炼你把笔中的墨跟颜色跟水都往纸上放，而且表现的是结构。画到这个程度，你就可以拿起那支中号笔，继续把花强调，
好像咱们上节课讲紫藤的时候就讲到这儿了。这时候有这一步棋，干嘛？就是强调紫藤花的层次。好，重颜色，强调层次。比如一个笔触，吸点水，是吧？笔触，笔触，点出几个花的重点，画龙点睛之笔嘛，点的是结构关系，你看，是吧？这也是点的是结构关系。本来这儿都没交代，正合适，拿这花一堵没了，啊，这也是一弄齐了，啊，这边愿意点两笔紫，点两笔紫就意味着这有紫色来呼应，并不见得是一个完整的花了，是吧？这儿也是，这儿也是。哎，画的是什么？感觉。写意画，各位，我们画的是写意画，找的是感觉。然后这时候又拿起笔来蘸点其他的颜色，完善一下构图。枝干的组合，组合什么？组合的是笔墨关系。组合的是什么？组合的是画面的黑白灰关系。组合的是画面的色彩跟墨的相互穿插的这种协调关系。这张画为了大家这个画面的效果更好，有时需要我们调点淡墨，很淡的淡墨，堵一下这个空白，比如这个堵一下，淡墨堵一下，比如这地方的淡墨堵一下，淡墨。这是为了丰富层次，这个可以不读，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靠的就是留白来使画面丰富感觉呢。哎，读一下，就是使留下的白不是一边大，使留下的白不是一个形，使留下的白不在一个对称位置出现重复。也就是说，这边的白和这边不能一样，上边的跟下边的不能一样，要分开，画面就丰富多彩。题款，一张画的题款，首先每张画有每张画的要求。当你线多了，切记不要再长拔，增加一条线。有的时候需要有一些我们所说的题穷款，比如这张画，我认为就不要再有意识的长拔。你非要提长拔，就得在这边竖题，增加这边的分量。也可以在这提一个穷款，为了跟以前所有的画有点区别，这张画突出这张画特点，我们就在这儿提个穷款，啊，穷款就是只落个姓名，简单化，4个字写完，这样紫藤作品，说再强调，那你就是细致说了，倒一点墨汁，上来，我拿这支小笔。蘸好了浓墨，我都可以在上面做胎，做斑点，你看，我就做这个，是吧？就是为了让它不平。当我发现这个枝干有点平的时候，我加进点东西让它不平。当我发现这俩有点分不出层次的时候，我点上点东西。我们在点的时候，这个给它起名叫点胎。实际上，我认为又是点胎又是点刺，这都无所谓。总之就是点补笔、点墨。强调墨的变化，啊，破坏画面的质感，使它动起来。说作为这幅画来说呢，我们也可以在盖章之前再考虑一下画面的结果。比如说还没点点呢，我们现在点上吧，拿起小笔来，这还有这么多颜色呢，正好点上点这个红颜色点儿，蘸了点那个胭脂或者曙红，就开始从这重的比较实的花点起，把画面完善了。所以一幅画的画画，它的整个过程是随着感觉走的，不是我们提前设计好的，它是随着感觉，随着作品的深入，不断的找出那种变化规律，因此选出表现的方法，使得表现方法在不断的深入当中去变化，这很重要。说你这张画是不是在某些线上再强化一下啊？
因为它有时候湿了跟干了不一样啊。大家有这感觉，经常画画的人都知道，湿了以后干了不一样，有时候需要再加点小线条啊，是吧？使画面感觉错落有致啊。有的时候需要把某一个花给它提出来啊，都可以。但是我们要根据一幅画来弹出笔墨规律，这是需要我们深入去调整的。因为我们讲的是笔墨的变化规律，所以我把它归在行笔变化里面。我为大家总结，首先要说，我们2堂课讲行笔变化，讲什么？肯定第一讲的就是笔怎么用。笔怎么用？大家看到了，我这笔拉过来以后向上推，拉过来以后向左或者向右，变化笔的不同位置。你看这个笔，我用笔当中用的力度、起伏变化，不都是在笔锋上，有的时候是在笔肚上。笔肚用力多大面积，吃力多大呀？画出的那个笔道是苍中见柔，多好！不一定就是中锋用笔。我有一种想法，大家在学习当中也可以去体验一下。中国画讲究笔法当中讲究古，指的是中锋线条。古法用笔实际上是画龙点睛之笔。这个行笔变化谈的是一定是点到为止。这古法用笔，你不是在用线造型啊，你是用在水墨造型、笔墨造型。笔是为了造型使的，笔是为了充分使墨丰富使的。由此，中锋笔在里边要有，不能先有，要根据画面后强调哪儿有，那才是画龙点睛之笔。因此，我觉得笔法想把笔丰富起来，一定要变法。古人给我们留下了这么丰富的法，我们要学。还有很多没有探讨出来的法，我们要研究，是吧？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绘画永远保持在一个不断弘扬发展的一个平台上。所以这张画我跟大家总结的行笔的变化，笔法说了，点法谈了。我想大家对我32字里边的这第3个规律行笔变化的理解，应该说会深入一些。下面我们把章盖上，这张画我们就把它基本结束了，也作为一个大家学习的一个范本来让大家来研究啊。一张画盖好了，印章也盖好了，画完整啊，它可以你在既学习笔墨的同时，掌握了一个紫藤可以这么画。紫藤画法很多，我这种做法在讲笔墨技巧的同时告诉你的一种审美，告诉你一种行笔当中要掌握的一种规律性。希望大家在课下画的让你更满意，技法掌握的更娴熟。今天就讲到这里，再见。丽的牡丹，清新的荷花，憨态的小鸭，优雅的白鹭。您也想画出如此生动的作品吗？那就请您跟刘存慧老师学画写意花鸟画吧。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要为大家讲新的知识，32字里边的第4个内容，笔触组合。这是在32字技法里边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拿什么来谈？拿牡丹花的造型变化来谈。刘存慧，国家1级美术师，北京市特级教师、教授，现为中国民族画院副院长，北京诗白艺术研究会会长，北京美术家协会理事，北京朝阳区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画研究会理事。师从娄师白先生，擅长写意花鸟画及山水画，尤以画风雨为佳。好，下面我先介绍一下今天用的毛笔。我们今天用的颜色：紫红、蜀红、胭脂、藤黄、鹅黄、花青。
白色不可缺少，每次都要强调，请大家把颜色准备好。我们先讲什么是笔触组合。我拿起一支笔，中号笔吧。大家看，这支笔弹笔触肯定是弹这个位置怎么用。吸水放一边，我先倒点墨啊，我们用黑白来弹一弹。墨我倒在这个盘子里边，每次倒墨不要太多，这是我一贯要求的。调点淡墨，调出色阶。好，把笔往这一放，这叫笔触，侧锋画出一个相对有形的一个痕迹。再画一个，两个笔触，两个笔触相加形成一组笔触。注意，再画一个，三个笔触，三个笔触相加形成一个综合笔触。综合笔触就有造型了，单一的笔触也有造型啊。所以笔触组合，你看我提的这个问题，今天要讲的内容是笔触组合，怎么组合呀？这三笔组合对吗？那么我再做一个，一、二，这是俩笔触，我连笔下来的，我一翻笔就上去了。三。这个笔触好像比上次那个，我觉得你也看得出来，画面上有变化，变化了什么呢？变化了墨在组合当中不一样，笔触有大有小，相加起来有疏有密。在这种笔触情况下，我任意的填点笔触，就会产生干湿浓淡。比如说我洗点水，老师说了，你给我画一淡的，我看看，我就在这儿一。二、三，你也画了三笔，但是我们觉得里边能够抛弃出来的笔触的组合痕迹的东西，干的、湿的、浓的、淡的、深的、浅的、虚的、实的没有。由此我就要求大家采取这种办法跟我学。如果是花儿，牡丹花的造型是什么样的？我们换一支笔，拿另外一支中号笔，开始吸点水放一边。这都是我们以往的做法啊，然后挤红颜色，挤点玫瑰红，在调色盘的边上，挤点曙红，挤点胭脂，这是起码要用的三个色。然后这个紫色有时候用一点，我们给它挤上一点，啊，白色不可少，白色还是挤在另外一个调色盘里。这几个颜色上来了，我们先看，拿这支笔把水挤掉，先调一点白色。这等于复习了我们以往讲的调色的办法，然后蘸了一点玫瑰红，然后蘸了一点胭脂。注意，在调色盘上看一看，好，有点色阶。我们开始看啊，我现在先做第一个牡丹花的造型变化。我们谈的是造型吗？用这个办法做，没有变化的笔触，大家看，一笔。两笔、三笔，或者再加一笔，四笔。四笔画出来了，笔触是有深有浅。你怎么可能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你能看到牡丹花的花瓣是一边大的呢？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分析它，一朵牡丹花在你面前展示出来的时候，只有一半是原有的客观状态，其他的都在变化当中。不是大小变了，就是形态变了，要不然就是角度位置变了，要不然就是这种透视关系变了。你承认我说这点，我们就要改变组合。改变组合怎么改变呢？我还是拿着笔，吸点水，重新调一下刚才那个颜色。好，然后蘸了一点紫色，再蘸点胭脂，笔触。两笔，补一笔，三笔，笔触，
小笔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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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可以勾勒一下，带过来，破了原来那种原有的形，然后蘸点浓的红色，开始画它的造型，可以画进来，擦进来，可以擦进来，擦进来，擦进来，擦进来。这个笔触没有相似的规律可谈，使这个花出现了转折，不平，不板。吸点水，又蘸了点浓颜色，把这花重新再破，重新再破，再破，甚至可以立起来把笔画。哎，出现了现有这个状态，现有这个状态，破进去的，怎么还能有规规矩矩的笔触呢？没了，我给它破了，没了，你看，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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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形成了现有的这个状态。哎，用到了笔的各个部位，那就说明原来不是用笔的各个部位，只是用笔的一个部位才画出了原有大小的那个笔触。现在你要把笔顺势做，现在这笔大家看得到，劈开了，劈开了好，顺势做，劈开了我就顺势做，这也是笔触啊，谁不能否认这不是笔触啊？吸一点水，蘸点颜色，蘸点颜色，索性就顺势做，这也是笔触啊。顺势做，顺势做，顺势做，点，顺势做，顺势做，你看，点，在这种状态下，吸点水，调了一点白色，调一点暖色，红，各种红都可以，来完善这朵花。我把这个飞白留住，我把它当一个转折面，我不改变它。这也是，你看，哎，我把这白留住，我让它当一转折面，多好啊！本来就想留。找不着这个感觉，现在留住，我把它留住，看，我把它留住，留住，我把它留住，这个也是，我把它勾一勾，留住。我觉得现在这个花看起来干湿浓淡都有，把它留住，留住，这块白留着不动，我留着让它在花里面形成一个转折关系。你看，这个现在色儿都一样了，好，一样了，我就加重它。我这朵花我用纯胭脂做，我加重，然后加点紫，我让这朵花上来就成重的。你看，我利用这个中锋线、侧锋皴擦，啊，利用着不同的笔触，我把它给它画出层次。哎，明显的这朵花就丰富起来了，笔触敢于破坏原来的关系，笔触敢于丰富原来的变化。调点黄，加在这个墨盘里面，大家看得清楚。加一点太青蓝，好。鹅黄调好，太青蓝调好，是绿的出来了，大家看得见。笔尖略微蘸一点墨。把绿颜色插进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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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中侧锋，你看，带进去，哎，带进去，就用了我们前面讲知识的内容，然后继续吸点水，调点墨在里面，画进来，又破进来。这种笔触无规律，但是很丰富，颜色色破墨，墨破色，需要的就是这个。到这儿，简单的做一个处理。有的时候还可以适当的加点焦茶，因为它可以在暖灰颜色里边自然的形成一种组合变化，很美。你看这地方加点焦茶，它就舒服，大家看得到。你看，你看，再看这笔，你看，画过来，哎，它就好看。大笔、小笔、长笔、细笔，是吧？形成的这个变化，有很多都是转笔出来的。你看，丰富多彩，笔触组合，笔触，你看笔触，这是我们用过的这种线条组合，我们曾经讲过枝条的穿插，你看，然后这笔没了，我不是说过吗？曾经，你能一次性把你笔中的颜色用没吗？需要练，这是基本功。然后蘸点
颜色，直接就创造肌理。哎，把它画出来。你不是没了，这回就有了。完了，吸一点水，然后创造一下它的结构。哎，很美。这个干你看起来又苍劲又有力度。拿小笔蘸点白颜色，蘸点那个太青蓝颜色，再蘸点黄颜色，点个蕊，点个蕊，啊，点个蕊，点个蕊，点这蕊以后，拿浓的颜色画一下雄蕊，画一下雄蕊。有的时候需要干一干，但是现在我们是讲课，大家跟着我就点上就可以。需要液晶了，你勾液晶什么目的呢？如果是因为有液晶去勾液晶，我觉得大可不必。如果你回答我，你说老师，我勾液晶是为了丰富一次叶子的转折变化，我觉得你很高明。侧锋皴擦，大家注意看，侧锋皴擦，皴擦本身带钩，钩中带皴擦，这样使这叶子画出来变化大，而且不反复调笔。你看，有就有，没有拉倒啊！因为我老保持着我们写意画的感觉，是似有非有，是吧？笔到意不到，或者意到笔不到都可以。总之就是达到了一个信手图来。下面我把它的蕊点上，啊，因为为了追求效果，我把它蕊点上。雄蕊当干了以后，继续点点色彩，啊，继续点点色彩，使画面感觉有层次感。画面这种层次感是靠比较出来的，啊，不需要很强烈的去提炼它。拿淡墨来调整画面的关系，画两笔淡墨叶子，用不同笔触组合画，啊，不同笔触组合，你看，哎，这就够了，你看，它就有意思，你看，这样的画面它就舒服。找点红颜色，适当的在这点两笔没有开的花蕾，这儿也是有一点没有开的花蕾，是吧？上面露一点没有开的花蕾，然后画面下面我们需要完善它了。牡丹画好了，我觉得挺好，效果现在我觉得保持在这个状态。笔墨有了，笔触组合练了，啊，笔触组合练了，一次就把笔触组合练到位了。老师说了，勾液晶不能乱勾，不要勾得太实，那大家就开始有勾有皴有擦，有勾有皴有擦，哎，觉得就好，练的在很舒服的状态下，这时候我们就考虑画面的完整性。你都跟我学过迎春花，学过紫藤，起码作为练习笔法学过。好，那么这张画我们给它完善一下吧。拿起笔来，调点交叉，先画一个架子，一画，一画，这架子画好了，画面搭起来了。这时候就不再考虑下边这个根从哪儿来，没有了，我被给它挡住了。挡住了意味着虚了，是吧？然后下面画东西，我们学过画小鸡，画两只小鸡；我们学过画小鸭，可以画两只小鸭，是吧？因为为了效果表现好，我们在这儿画两个小鸭子，大家看看啊。首先用笔调点黄色，鹅黄。一般的颜色我们是需要调，然后蘸一点红颜色，调出接近于朱标的颜色。一调，画出一个鸭嘴，是笔这种造型，侧面的也有色阶，大家看得出来，暖的、冷的变化啊。然后拿另外一支笔，吸点水，调整一下，调点笔中原来没有的，比如说交叉，比如说淡墨，甚至是调一点浓墨，开始造型。笔调成鸭嘴状，这都讲过啊。画下来，转笔，转过笔来，点下边的两腮部分，
然后错开，找出结构的远近距离，画后背的2个翅膀，然后把水挤掉。这时候你就马上想起来，当时画小鸡的时候我怎么要求的。然后接过来，从这儿开始往下坐笔，往上一翻，画出后背。有时候怕它阴，拿手可以摁一摁。然后这笔劈开了，劈开就劈开了，利用这劈笔的这种状态，把后背给它分擦出来，然后把尾巴画出来，利用这个笔劈的状态画，没有问题。然后吸水，吸完水以后继续把水挤掉，调整一下笔，先画它的尾部的这2部分的羽毛，然后连接前胸和腹部，把鸭子画好。后背这部分的飞白可以保留不动。一只鸭子造型完了，用刚才画嘴的那个笔法，中锋画出鸭蹼。这个笔法很重要，它不是侧锋来的，它是中侧锋相加。啊，往前一点，一推，一补笔，画出鸭子的鸭蹼。啊，然后那只鸭蹼，也如果是这么个动作，我们就这样做。啊，小鸭子画完了，一只也好，2只也好都无所谓。啊，你是根据画面来定的。然后把它的眼睛点上，拿小笔，构图完整。讲的是什么？这个是为了丰富构图的，更主要的是研究笔法、笔触的问题。我们讲这个笔触组合，其实就是在让大家锻炼行笔的那种技巧。画淡了或者干了以后画灰了，这种情况多得很。想给它重复怎么办？如果你要用我的这种笔法重复，就是在这儿重新组合。你看，我是这种笔法，用这种笔触虚笔往里加，使画丰富起来，产生一个层次感。如果你要按照有些套路做法，就往下摁的结果就不是这个结果，摁的结果就会把笔触摁出很多相似的笔道，就没有这个层次感。所以有的时候是需要侧锋，有的是需要点，但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那种表现形式或者那种表现结构。你看我这个就可能我这么做了，是吧？你看我可能这么做了，我这个花画出来就是这种状态，同样有层次。我分瓣儿，这也是笔触吗？我把瓣儿给它分出来，分出若干层，那它也有深浅。但是如果我不分瓣儿，我去按照原来似的摁，把这花也摁大了，花的个头越来越大，层次越来越薄，还是没有变化，反而弄得弄巧成拙。所以绘画这里边，技法对了，自然事倍功半。啊，这个我现在说一说关于这一张画是不是加线的问题。啊，我现在谈一谈加线要怎么加。加线，你首先要看这个画里边有没有细线条在里边存在。如果这张画现在需要有线，肯定是加长线，不是这个粗线，不是这个枝条的这种干线，而是长线条。长线条我们就意味着在里边可能有一些细的、那一看就大家就知道，这里边只能加一些藤蔓类的、小枝蔓类的东西。啊，迎春花因为不好加了，因为我们已经有过黄颜色了，那怎么办呢？哎，这也是创意的一种。为了笔触能够显得更丰富，变化更大，我们可以加一些，比如说，如果加绿颜色，就可以变成柳条；加黄颜色就可以变成迎春花；加点其他的东西，比如说找点红颜色，
这种红是不是那个我们画牡丹那个红？黄和红之间，我们就画点似花非花、似果非果的东西。就是说，那你就可以点点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实际上就增加了点线面，实际上就使画面在原有的静的状态下变起来，变成了一个动感。虽然没有很用力，的强调画面的东西，但是由于加上这些线，画面就丰富了。由于加上这些线，再加上这些创造黑白的这个点的层次，画面就丰富了。画面丰富了。我们刚才说了，这样你这个画面虽然画的不多，虽然东西用的不多，但是事半功倍，是吧？效果很好，你就能够感觉它是一种，总结起来就是一种我们经常可以采纳、可以选用的一种非常表现起来，让大家用起来很自然的一种规律。这种规律形成了一种变化手段，形成了一种技巧，或者说形成了一种你掌握起来的一种审美意识，画面就会得心应手。这张画画到这儿，大家也看得出来，是吧？基本上已经定位，笔触形成的这些变化，让你感觉错综复杂，让你感觉在这里边，仿佛我一笔两笔想画都做不到，因为有很多都是一带出来的。怎么带出来的？是靠我2个、3个的一种积累和2个、3个的一种叠压。在这里边有没有总结出来的知识点呢？有。在总和笔触当中，我为大家总结出了一个6字组合法，大家可以先把它记住，将来我们在绘画当中可以用进去，就是分离、重叠、并列。我谈的是先分离，后重叠，再并列，很多都是重叠出来的，很多由于分离了流出白来了，形成了自然美；很多由于并列或者重叠了，形成了层次感。那因此6字组合也在这些小黄点里边体现出来了，也在这个枝条里，也在花里边总结出来。所以请大家记住，先分离，后重叠，再并列。以后用当中我们就会增加感受，记得更牢。下面我把这张画的画儿题好。好，填上几个字，画面就效果就齐了。然后盖章，从外往里做，往里挤一挤，给它挤是老是平的啊。好，盖好印章，一张画基本上就算成型了。看到这张画，回忆一下我们刚才笔触组合的变化规律，大家应该清楚地看到，并且能够时时刻刻地牢记住行笔的重要性，笔触组合的重要性。把笔触组合形成一种你要重点研究的一个内容，是一个学习内容，同时也是我们在教和学当中共同研讨的内容。在以后的教学内容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反复研究。所以今天作为一个课题留给大家，希望大家在课下能够亲身的体验一下，摸一下它的规律。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艳丽的牡丹，清新的荷花，
憨态的小鸭，优雅的白鹭。您也想画出如此生动的作品吗？那就请您跟刘存慧老师学画写意花鸟画吧。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32字技法中第4个内容——笔触组合。这是一个我们已经研究过的内容。上次我带着大家学了牡丹花的造型变化规律，今天呢，我要用小鸭的画法的笔触，为大家来解读笔触组合的技法规律当中的一些要素。刘存慧，国家1级美术师，北京市特级教师、教授，现为中国民族画院副院长、北京诗白艺术研究会会长、北京美术家协会理事、北京朝阳区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画研究会理事。师从娄师白先生，擅长写意花鸟画及山水画，尤以画风雨为佳。首先，我介绍一下我们选用的毛笔。好了，下面我先选用一支中号笔，把笔吸水，放在一边，少量的倒上墨汁1点，然后用这支笔先把水挤掉，这是在一个轻的调色盘里边，然后用笔锋调一点浓墨，调完了以后，可以在旁边这个调色盘里边左翻过来，右可以再左调出笔中墨色色阶，笔继续稀释浓墨，看笔是不是形成了一个鸭嘴状。这个鸭嘴状我们所谈的是为了画小鸭时，因为它的笔可以有一个立面。我们先看笔触，作为这个宣纸，它的吸水性很强的状态下，我希望大家画小鸭的时候可以有个选择。比如说我随便点上一笔侧锋，这一笔如果不是为了造型，只是为了试笔，我们可以拿它做小鸭的翅膀用。同时您可以再补上一笔，两笔相加，这就是笔触相加。那么这两笔这样做可以两笔一样，也可以采取不一样。比如说我再画两笔，画在另外一个位置，一笔，第二笔轻轻的一扫，前一组的两笔相加和后一组的两笔相加形成了明显的笔触组合不同。前一组是两笔相似的，后一组是两笔不相似。按照我们所说的笔不离纸的那个要求的格式，现在我这个笔既不需要吸水，也不需要调墨，我可以在另外一处再画出两笔，看看它的墨色干湿浓淡是什么样的。一笔，两笔，这两笔经过两个方向，第一笔由上向下，第二笔由下向上，我们再综合起来看3点的墨色，发现墨色不同，由浓逐渐化到了淡。大家都看到我没有调水，也没有调墨。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研究，如果做一个小鸭处理，我笔中的这个淡墨可以画哪儿？首先可以画它的后背，因为翅膀和头部往往用重墨，这我们都已经体验过的。然后可以画它的尾部，可以画它的尾部，可以画它的尾部，翅膀、后背、尾部。现在这个笔墨并不是定型的，我们是在研究笔触。现在这上边有好几笔都是很虚笔侧锋的，这时候我就要看，如果我调整笔墨了，笔中这时候水少了，笔中我开始吸了一点墨，吸一点墨上来，
我如果以这个鸭子的动态为标准，确定它的头部规律，同时确定墨色，这时候我可以在这个位置画头部。大家跟我看啊，侧锋，按下笔来，画一头部。这个头部一画的是重墨，因为我们是研究笔触，我们不是研究画鸭子，只是拿鸭子来做一个要说的内容，借它的内容来表现笔墨，表现笔触。好，那么这时候头有了，借着这个头，我们就可以和两个翅膀先连接出一个它的脖子，正好是淡墨，同时笔触也有了。这时候浓墨淡墨都有，笔中这时候可以吸点水，或者调点淡墨，再蘸一点淡墨，然后把这只鸭子的后背加重。这个加重是为了丰富笔触结构，不会使你这画出现问题。然后再调一点淡墨，把尾部加重。这时候加重尾部，是为了丰富它的这种体积感和墨色变化，头部的墨、翅膀的墨、尾部的墨。然后这时候就可以画出它的后边尾部的其他淡墨结构。一带，接上它的前胸和腹部，吸点水，调点淡墨。如果你要觉得淡，我们就把它稍微调重一点。但是现在采取的是破墨关系，画面当中不会出现任何结构上的问题。咱们再说其他鸭子的表现规律。拿一支小笔，吸点水，放在旁边不动。拿出鹅黄色，挤在调色盘上。拿出焦茶色，挤在调色盘上。好，拿这支小笔调黄色，起码要调到笔的1/2以上。再调点焦茶色，用笔锋，同样把笔调成鸭嘴状，侧锋补这个鸭嘴，有时候如果一笔不到，可以适当的补一笔鸭嘴。大家看得很清楚，这个鸭子的形象就出来了。然后补它的鸭蹼，然后就可以补笔把结构画得再完整。比如说这时候调点墨，翅膀如果淡了，我们可以补一点。但是这个还是在破墨，破墨是很重要的一种表现规律和形式，是不可少的。看第二只鸭子，翅膀，这还是在破墨，然后尾部，然后再调点墨，画它的头部。这个头部也可以先画嘴后画头，都可以啊。画好它的前胸，画好它的后背，画好它的尾部，调点墨，画好它的腹部，画好它的嘴，画好它的鸭蹼，把它阴吸一下，调重墨了，拿笔选好一个位置，先画头，后画翅膀，
当我把这重墨3笔压头2个翅膀画好以后，大家应该跟我看到，我要想画一个背面的鸭子。从后边看，这头跟2个翅膀可以在一个相对对称的位置，然后把笔摁下去，把它的脖子画出来，吸一下。有时候这头部的形还可以补一笔。吸水，摁下笔去吸水，笔腹。吸完水以后，调整一下笔中的水分跟墨色。先画它的2侧的尾部，收尾部，画它的前胸跟腹部，带过来。拿纸吸一下，调一点重墨，把尾部点一下。拿起这支笔，小笔，调点黄，调点焦茶，补鸭嘴。然后补它的鸭蹼。补它的鸭蹼。好，画完了3支，那支呢就顺势把这个笔在调色盘里调一下，先画它的头部，然后把它的脖子画出来，同时再把它的后背再继续画出来。翅膀补一笔就可以了，然后把它的胸部画出来，同时用力把它的尾部画出来。吸点水，把墨补齐。这4只鸭子动态，我们表现的是结构关系。那么，同时更加突出的笔触关系。那么现在我要做几个动作，大家看。比如说这有一笔，就已经画好了一笔，这个笔触。我们怎么把这个笔触完善？那么我们就可以借这个笔触去做。比如有这样一个笔触，把它变成一个鸭子，这就是练习笔触组合的一个基本功。跟刚才前面画的这几只鸭子，一点一点的处理，道理是一样的，只是方法不同。有意识的跟这加个嘴，调刚才那个黄色，加焦茶色，明显的这个鸭子就要成型。那么这种练笔触的方法，会使你这个笔下的小鸭姿态老有变化。这笔可以反着做，可以反着做啊，怕它阴，吸一下。翅膀可以后补，你看后补翅膀都可以，后补翅膀啊，甚至这个尾巴可以再重新加2笔，都可以。你看这尾巴后背都可以。然后甚至这个尾部这几笔可以画成重墨，都可以，还可以把它的前胸勾出来，黄的加点朱标画鸭蹼，啊，另外一只鸭蹼。这是先画了一个笔触。那么再有一个，比如画这个笔触不这么规矩，人家就利用了一个很不协调、不具象的那么一个笔，在这随便做了一下。比如说就在这儿这个位置，人家随便就这么抹了2笔，
如果你要不练笔触组合，你就不知道它干嘛使的；如果你练过了，你就可以想，它干什么使？哎，我还得把它组成鸭子呀，那我想一想，哎，我把它变成一个翅膀，有点意思了。我这儿加个尾巴，啊，哎，这尾巴在这儿，然后我这儿加一个嘴，蘸点焦茶和藤黄，或者是鹅黄，我这儿加一个嘴，锻炼了你的思维和创造力，同时也锻炼了你对形的这种自然变化的把握。蘸浓墨，用笔蘸完浓墨以后，过来画好它的头部，怕它阴吸一下，脖子转过来，把后背加上，把后背加上，把尾部加上，把它的大腿部分加上，哎，这鸭子就要成型了。吸点水，把它的尾部画好，把它的前胸部分画好，把它的腹部画好，尾部画好，一只鸭子成型。你这么画这个鸭子，同时把这个尾部点上，你这么画这个鸭子，你怎么勾，怎么做，调点黄，调点焦茶，画它的鸭蹼。鸭蹼画的时候，这笔要转，有的时候啊，根据笔中的墨色的变化情况，是否转一下，但是要顿笔的，啊，要顿笔。好，下面我拿一个小笔，蘸浓墨，来画鸭子的眼睛。先按照顺序，先把第一只点上，第二只点上，这只也点上。这样这几只鸭子也是栩栩如生。好，鸭子画好了。那么笔触组合，我讲的第一次就是上一堂课我提的是牡丹的造型变化。那么牡丹花在今天这6只鸭子里边，如果加背景，把牡丹做背景怎么办？这牡丹的背景就不能像上次那么画，因为笔触组合都在这里边体现过了。下面的牡丹就要概念化，因为它是背景，所以我就采取湿画法做一个牡丹背景。大家看一看，我拿起1号笔，最大的这支，吸水，湿画法，大家应该知道。我曾经试过，第1堂课就讲过怎么用水啊，哎，用水点一点，先拿水破一破，好，先蘸点白，再蘸点玫瑰红，不用在调色盘上调了，直接在上头做，这就是湿画法。你刚才已经打湿了嘛，是吧？我再调点玫瑰红，我调点淡墨，在里边做，你看也很好看，墨在里边也很好，这样汆它，哎，就画出了一个湿画法的牡丹的痕迹。注意这俩字，我画出了牡丹的痕迹，后边就是痕迹，因为我前面是鸭子的造型，我后边再是造型，太实，所以我后面就需要痕迹，我要加点紫颜色啊，好，然后我又加了一点淡墨进来，好，这时候我颜色可以加重了，加了点曙红，加了点玫瑰红，哎，我加第2个，这第2个是因为有了第1个，所以它就穿插进来了啊，变成现有的这个状态。我刚才说了，它是笔触痕迹，由此我们就后边的东西不需要太实，它只是做个文章，然后我又加白，甚至我笔当中又调了点那个根本不相干的那个黄或者是焦茶在里边，都不要紧，都可以使画面感觉丰富。就这些颜色都是中性色，啊，灰的暖灰或者冷灰，哎，出现点干的成分，调点焦茶，调点黄，哎呦，蘸了点蓝，某些地方还形成了一点绿的感觉，是吧？这种绿颜色很润，啊，它一挤那个花儿，那个花儿就成型了。你看，原来不是花儿的地方，
因为挤了一下，哎，它也被挤出花来了。还是那句话，因为它是背景，它怎么做都可以，它是虚的。上面露点叶子的颜色痕迹，这是颜色痕迹啊，露点，甚至可以出现点干笔都不要紧，有点皴擦的结构都不要紧。然后继续吸水，又调白，你这个笔当中这时候就不纯了，不纯了就对了啊，哎，出现点这个颜色，冷的，你看不纯了，加了点墨海，你看这不纯了，舒服啊。好，拿起那支小笔，调一点白颜色，调一点紫颜色，画上花蕊，然后我们把花具象化，调浓墨，点它的雄蕊。这个过程应该是画面干了以后，但是现在因为我们为大家讲解，所以就没有考虑干不干，所以因此我就少画两笔啊。然后我们出现几个相对具象一点的造型，调点黄，调点焦茶，调点太青蓝，让它变点绿成分，再调点墨，你看，做出一两片较为准确的结构的叶子，然后叶筋在里边，在这种情况下，我主张可以不用叶筋了，或者少用叶筋，就只需要在里边破一下关系就可以了。下面就是让它有一些线条出现，这个线条绝对是我们丰富画面时的，比如说我们常画的，画点架子啊，结构画点架子。湿画法的花干了以后，往往比湿的时候略微要浅一些，略微浅一些。我们怎么让它深？那就只能在局部深。我拿一支中号笔，我现在需要调点浓的颜色，然后我顺便放点胭脂。这个胭脂色呀，它可以使你画面当中的色彩色度加重。我让这朵花的某些地方重，比如这儿，就是这儿，这我们讲牡丹的时候曾经谈过。比如这儿结构出现几个重笔，这也是笔触的问题。马上这花的结构变了，变成有起伏了，原来是平的，有了起伏，我认为就够了，不需要再去处理了。因为你是背景，说我想让这花大一点，那可以，你可以在这起伏的基础上，把这花再画大，扩充它的形态，啊，这朵花相对有具象行为就行了，那几朵花就绝对不许动，你一动就画蛇添足，非要动，我们顶多就在里边破一下它的花型，啊。找一些小的笔触关系给它分一分，这就算基本完善了。最后，我们用一支小笔调点白颜色，我挤点白，大家看啊，挤点白颜色，用一支小笔，这支小笔当然最好是笔中有点原来的黄颜色更好啊。调点白颜色，点它的蕊，一点蕊，这个花就出来形态了，让人家就感觉到这个。点上蕊以后，这个亮度使这个层次感增加。好，这个就略点一二就行了。这就是这堂课我给大家总结的，用笔触组合变化来表现小鸭。好，下面我就把这幅画的画儿提上。在右上侧题画，左下侧盖章。这个题款不一定非得题的笔直，有的时候可以根据情况穿插的题进来，
甚至有的时候没有干就带进来啊，也可以挤着这个鸭子走，为了画面的整体感。这样也可以，好，就挤着鸭子走，这样就形成一条线。这边盖章，拿出印章和印泥，这边盖上鸭脚章，一幅画就完成了。我觉得呢，谈笔触组合，用简单的2课时的内容谈不透，那么怎么办呢？我们以后在讲课当中，所有的内容我都会围绕32字法规律8要素当中的内容来谈。笔触组合将是一个继续要研讨的一个内容，希望大家在课下体验一下，掌握一下虚实处理的手法，练一下笔触组合的变化，使您的技法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提高。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清新的荷花，憨态的小鸭，优雅的白鹭。您也想画出如此生动的作品吗？那就请您跟刘存慧老师学画写意花鸟画吧。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讲32字技法表现规律第5个内容：浓淡干湿。刘存慧，国家1级美术师，北京市特级教师、教授，现为中国民族画院副院长、北京诗白艺术研究会会长、北京美术家协会理事、北京朝阳区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画研究会理事。师从娄师白先生，擅长写意花鸟画及山水画，尤以画风雨为佳。我们的第1次讲要为大家介绍荷叶的墨色变化。好，下面我用1号的大笔为大家来讲解浓淡干湿的墨色变化。把笔吸好水以后放在旁边，然后在调色盘里边倒上墨汁儿，然后用大笔调墨汁儿，形成浓淡的色阶变化。笔可以翻过来，可以正过去，形成浓淡。表现荷叶的干湿浓淡和表现其他的干湿浓淡是一样的。荷叶里边没有干湿浓淡墨色变化，你很难出现水墨淋漓的结果。我首先说一下怎么样创造结构。行笔是最重要的。当我们侧锋下笔以后，很快的就要翻笔上去，形成了一个由上向下、由下向上的一个顺笔逆笔效果。这个效果出来以后，不许吸水，要用笔中的墨色，用笔腹跟笔根的力度进行皴擦。移动的位置就是您将来笔中的干笔触效果，大家看得到。没有移动或者小的移动的位置，水分比较多，就是笔中的浓笔和浓墨所表现的具象形的部分。作为荷叶来说，我们都知道荷叶是圆的，怎么表现出圆？我们只能让现在这几笔形成圆叶当中的某一个侧面。作为中国写意花鸟画，用水很重要。下面我吸水，笔腹吸水，笔腹吸完水以后，直接就在干笔旁边继续画湿笔。干湿浓淡，干湿浓淡，浓淡干湿都是一样的。这时候出现了，画面当中的淡墨的润笔，水分多；淡墨和浓墨相交错的枯笔，比较干；浓墨的润笔比较浓重。3块相加，
我们就可以形成一个结构去表现。三块相加，大家拿这支笔继续蘸一点墨，把它勾出来，就是一片叶子的结构，很清楚。那么这片叶子继续向上画，你就是想找形。我们继续画，笔中没有水了，我们也要再用干皴的笔触表现一下结构和块面转折，然后笔腹吸水过去，吸过来，把这个刚才干皴的这个笔触给它破了。这个破的方法叫做以浓破淡法。在我们第一次讲课的时候，我提过，那个是水的运用的时候，然后我们破它出现现有的这个状态。大家一看，哎，这个叶子有润的，有干的，有湿的，有浓和淡的区别。里边的空白，我们可以继续吸点水，往里带，让它出现点中间的过渡。这就是一片荷叶。这片荷叶具备了笔墨的关系，然后我们可以顺便把它画出来，画一个荷杆，这片荷叶就成型了。下面我再画另一个淡一点的叶子，大家看一看。用这支笔吸水，先把笔弯一下，笔腹吸水，然后调整一下淡墨，在这个位置转笔，我把笔翻过来转笔，皴擦转笔，画到这儿，画到这儿，又笔腹吸水，你看一次性这水就用没了，又笔腹吸水，调了点重墨，画连接这个造型，使它产生一个叶子的状态。注意，现在要出点彩儿要来了，大家看，刚才这片叶子和这几笔叶子是形成了这样一个整的叶子。现在我画上这个淡叶子以后，我不想让这个整叶子出现这种形状了，我就可以借此把这片叶子形成一个完整的叶子。画的结果是，这片叶子的笔触归这片侧面叶子所有，然后我又调了点浓墨，把上面一收，问题就解决了。这片叶子就变成一个小的了，而这一片淡墨形成一个另外一片叶子的形态。这就是中国写意画要做的表现关系当中的自然变化。我觉得这很重要，大家画当中有时候就是为了创造一个新感觉，你才去尝试的。这样的话你也觉得有乐趣。我再蘸点浓墨，把这片叶子的造型再夸张一下，笔墨再夸张一下。这个是以淡破浓之后又用的一次积墨。这次积墨如果笔墨当中水分很多，这就是以浓破淡的形式；如果水分干了，这就是纯积墨的形式。现在这片叶子就形成了重的一片，淡的一片。又吸水，用笔腹，利用笔不离纸的这种表现手段来画。大家注意，我这笔没有离开纸啊，画一个小印儿，还可以画一个中锋的小印儿，画过来。这是一片叶子、两片叶子浓淡干湿的一种组合。下边我为了大家学得更清晰，掌握得更牢固，我为大家做一个不是这种组合形式，它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我做个样子为大家演示一下。原来的画法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那就是说可能只注重笔行笔，只注重行笔相加，来想一笔一笔的加出这个叶子的形，这样会造成什么结果？当我画了这1笔、2笔、3笔、4笔、5笔的时候，我就发现墨没变化。我画了都5笔了还没有变化，势必要静下来停住思考一下。其实它缺什么？它就缺破这个形的变化。比如说我用笔腹吸水，吸完水以后我把这个形破掉，我不让它是这样一个形，然后不仅破掉，我还留点干笔，就没了。因为干笔加淡墨加重墨会组成一个干湿浓淡结果，它的语言是靠这个综合体现出来的。
我们单纯的摁住一个淡墨不看，只看重墨，肯定没有语言表现，或者表现不够丰富。因此破它，既然要破它，就出现一个黑白灰的组合。这时候我们就要看吸水调墨之后，我再做一个笔触，1笔、2笔、3笔、4笔、5笔，我就要看这5笔浓墨和这5笔浓墨会不会有相似之处。相似的墨色有了不怕，你只要形不一样，也会不一样。就怕相似的墨色有了，形还一样，不是这么画形，还是在这么画形，就麻烦了，它就会出现画面当中的重复。因此，我觉得我们一定要记住，为了练这个笔墨的干湿浓淡，请大家记住，避免排列组合荷叶，避免，特别是没有墨、没有水了，还要蘸一蘸，继续再画，避免这个。这个的结果是会使大家画出1片、2片、3片叶子，以至于数片叶子都是一样的，因为方法一样。既然这样，我们说我们应该调整，那么什么样的叶子可以让它破你这个格式，让你一上来就会有好的感觉？我为大家来举例子啊。刚才我们画当中大家看到了，我是用浓破淡、淡破浓的形式做的。下面我再为大家做一片叶子，咱们不上来以后要画叶子的外轮廓，我们上来以后先吸点水，我们笔略微蘸一点浓墨，在一个构图位置合理的状态下，我们来考虑。比如说，就在这儿吧，就在这个位置，我们做，在这个左侧上边这正好有点淡墨，我画2笔，我画这2笔，大家一看，明显的就是造成一个简单的笔触组合，然后我把这2笔勾一下，勾完的结果，大家看到了，是一个叶子小叶的一部分，然后我又画了1笔。这时候我可以考虑它有杆没有啊？如果有，是这样的，这时候这片小叶可能就是这一片叶子当中被烂掉以后剩的那部分。我这时候可以调点重墨，给它勾成叶脉，勾好了。叶脉勾好以后，我就想，根据这一组叶子，那片叶子需要画多大，需要画多重。这时候我先蘸点浓墨，调一下笔，能不能为了这片叶子要进一步的造型，我单画2笔重墨，因为这边是湿墨，这笔重墨我就画枯笔，画到这儿不动。好，如果它和它墨色不重复，肯定对了。这时候我吸点水，我就会把这笔强调一下形，而把这笔和它连接。当我一连接，我就发现这片叶子原来没破坏之前就是现有这个状态，它是侧面的。那么好，那我就干脆把这片叶子给它长上，它可能就是这样的。这就是荷叶的这个简单的一个创作思路，一个创意。这样的画面你画起来，你所有的叶子就会自如。我们画荷叶追求什么？我们画荷叶就追求笔墨淋漓酣畅，变化大，用水用到极限，枯笔画当中造型表现丰富，我们就追求这个。因为只有体现中国的水墨味道体现到位了，我们才给人家一种感觉，中国画的力度、味道和中国画独特的这种绘画韵味。这种韵味我觉得是靠它的意境来的。意境的综合因素在于兴趣和情趣结合的好。下边呢，我拿小笔调点墨，勾一个白色的莲花。这样的话呢，我和这个干湿浓淡相结合的墨色会形成一种对比。勾在哪儿呢？首先要勾在这儿，我看看白色莲花，一笔一勾，可以掏，这叫镂空，就这个杆在前，这个线在后，这叫镂空杆在前，线在后。
白莲花，好，勾好。白莲花勾好。这个白莲花勾完了，就等于把这块空白占了。我们一张画，每张画都要有空白，右上侧的空白，左下侧的空白，右下侧的空白，最后都不能一样。这个空白你看它是这样的啊，多边形变化的。这个空白是几乎是一个三角的，都不一样。下面我又调了点浓墨，在这个角上勾一个没有开的莲蓬，或者是花骨朵，就是花蕾都可以。我先画一个花蕾，然后在它的旁边露一个莲蓬。大家看这莲蓬可以勾啊，先点再勾，先点再勾，先勾再点都可以啊。画完莲蓬以后，就把这个花给它完善一下。这又出现了一个小花。这个画了莲蓬了，这个就不要画。如果两个花同时都是格式一样，都要带莲蓬不好啊。这时候我就蘸点浓墨，把这个花蕊点出来。一点这花蕊，这个白花就变得厚重了。这个也如是，适当的少点两个花蕊，因为这边点的多了，它近呢，它也完整，那个不完整啊，是吧？画面当中花不要多，如果你叶子，比如说是1、2、3、4片，切记呢，花不一定非要多，你花也是4朵、5朵，好像就欠考虑。这个花画完了，是不是要画一个杆儿呢？不一定，大家注意，您看这么多线在这摆着呢，一个线、2个线、3个线，甚至还有3条淡墨线，这些线就已经支撑了这个花了。切记不要为这个花再单画一个杆儿，那就太具象化了。因为我们画写意画，齐白石讲，作画要在似与不似之间，是吧？似与不似之间，齐白石讲这个道理，是为了让大家在画写意画当中求不似，不是为了让你画像的，是为了让你画的不像，并且还是。这是我们应该对古人的一些名言名句、一些艺术理念要有一个新的认识和理解。下面我就用刚才那支大笔打起来，吸一点水，调一点淡墨，补一下画面的上边的空白，比如这个就堵住了。堵住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看这是不是可以下来一条线。比如这就堵住了，画一条线，是吧？这条线如果堵住，觉得单一不好看，我们可以破一个，啊，这还可以再破过来。怕这个墨色淡，有时候淡到很淡的状态下，你这画一拖出来就不淡了。我们画要脱表啊，你脱表当中，只要后边衬一层白纸一脱，那个淡墨全出来了。为什么中国人有一句话叫3分画7分表？它不是夸张表画，而是夸张这个表以后的这个墨色变化的这种道理啊。这样这个画干湿浓淡都有了，是不是都有？我们验证一下。干墨比中有，大家能看得到，我指地儿全有，我一指到地儿全是。这干墨造成什么了？干墨造成飞白了。飞白是什么呀？飞白就是肌理啊，肌理就是这些没有画到的地方。有的画家画到这儿的时候，就干脆把这个肌理再拢一下，哎，就变成叶子了，啊，一画变成一个叶子，它就是这片叶子的一个整个一个结构，把它点一点，哎，这是一片肌理。有的就不拢，因为这儿有线了，我再拢不好，就变成墨色，变成干脆是干的干笔肌理，这都可以，但是它是干的，干的在画面当中特别重要，没有干笔就没有湿笔存在，这是一对矛盾。然后就看浓淡。现在这张画的浓淡，我觉得还可以再加重，因为这时候您画到这里，也要拿起墨来，往盘子里再倒点浓墨，然后拿大笔，笔必须是湿的状态啊，看看是不是湿的啊。好，吸浓墨，调好了这个浓墨，薄薄的浓墨过来，在某一个具体位置重墨强调。我这么做，您也可以这么做。为什么？因为画到这个的时候，往往可能是因为宣纸的问题，可能是因为墨色原来不够浓的问题，会造成有些墨色干了以后是变淡变浅了，就不像您湿的时候那么丰富了。所以要适当的加几笔重的，加这几笔重的以后，画面当中可能层次会更明显。
然后随时还可以改这个花的这个心儿的位置。你看这心儿又改在这儿来了，刚才是在那儿，现在改这儿，啊，随时可以加点金麦，啊，都可以。在写意画没有干的时候，这种变化调整都可以。然后，比如觉得这两条线齐，也不许随便把叶子夸张一个形，也要看着结构走。比如这笔可以加点儿啊，加完了以后，比如觉得还是不舒服，那您就吸一点水，就在这个位置单独画一笔小叶儿，就不齐了，小叶儿就长出去了，长出去以后，它就会形成这块黑墨被破坏出另外一个形，哎，画面就感觉丰富。那些地方就尽量不动就不动，因为什么？因为它的虚处。干湿浓淡为什么要这么要求？就是为了表现虚实。下面我们想让这个花不变成白花了，我就拿一点曙红颜色调起来，放在调色盘里边，拿一支中号的笔，这支笔就是画花使的。你看这个颜色还有是吧？就画花使的，调一点红。哎，把这个花的上半部染一染，侧锋染一染，染一染，这个也是染一染，这个也是染一染。你看就不用调了，越染越淡，因为它是后边的，越染越淡，就形成了一个带点颜色的一个花的造型。这个染法叫什么？叫勾勒填色法。勾勒填色法是先勾后染，墨骨加勾法是先墨骨后勾，我们这个叫勾勒填色法。啊，大家应该通过这一勾，又掌握了一个新技巧。这样画面当中就笔墨有了，浓淡干湿有了，达到练的目的了。啊，那么这张画还要有情趣啊。光画一个莲花，莲花里最好有点动的，因为我们画一张写意画，写意花鸟画。鸟语花香追求的是一种感觉，荷花呢？荷塘清趣，清趣在哪儿了？有点小动物，比如有一条小鱼呀，有一个小蝌蚪啊，或者有点小青蛙呀，或者甚至有点什么小鹅呀，或者是鸭子。因为这个空间大，我们看起来那块白，画多大东西？画太小东西不行。画太大不行，你比如我画一只鹅或者一只鸭子，肯定就大了。所以我们觉得它虽然是大，但是它只能画小东西，因此我们就点上一条小鱼，拿那支红笔，笔尖略微调一点墨色，小鱼一调，转笔一转笔画出来，一定要转笔啊！画一条好两条好，那根据您的这个需要，一条有点单，那我再画一个，两条鱼。两条小鱼啊，画好了，画好了以后，拿那支小笔蘸浓墨的笔，把它完善一下，把背部的鳍画出来。这必须是浓的啊，把它的眼睛画出来，把它的前面的嘴画出来。画小鱼的时候注意，两边的分水就不要画了，太具象了。因为我们画的是写意画，只要形具备，神韵有，画面就有意思了。我们求的是情调，是吧？写意画画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你还有一个调整的过程，就是看你这个叶子一干了，你就发现白有时候是多怎么办？我们调整调整，但是本着一个中心思想，我们是表现浓淡干湿的，用大笔吸水，吸完水以后，淡淡的在后边画点淡叶子，使那片叶子延伸。淡淡的堵一下，你一堵啊，就把这花挤出来了。这花不能都露着呀，4瓣5瓣全露着不好，得有点堵的地方。所以这个叶子有时候堵它是很重要的啊。这个地方也是适当的堵一点，这个堵上边，下边不堵。这花这边的花是堵下边，上边不堵。上边不堵，堵旁边，哎，这样的画面就会感觉舒服。好。这样的话呢，就又加了一层淡墨。我觉得画面当中的效果就是靠这种感觉来不断调整，特别是画荷叶，没有浓淡干湿，画面感觉笔墨平板质是最不好的，
这一张画的题款，大家看得到，怎么题？我一直是要求学员在绘画当中把题款的内容放在创作当中。同学说了，老师，我想把这个题款题在横处。好，那么这时候你就要强调下边的某几个竖线是不是合理？怎么强调竖线？我再加一条，不对，我再加一条只能破坏黑白，破坏留白里边的这种空间关系。那你可以加点其他的内容，比如说点，比如说我拿这个笔蘸了点浓墨，拿小笔蘸点浓墨，蘸浓墨，蘸好，拿小笔，然后点这个杆上的这些小毛刺，这一点，你点哪个不点哪个，就已经告诉你你有主有次了，已经告诉你你想强调谁，想忽略谁，啊，点的不要太多，啊，点的不要太多，跳跃点啊，上面也是点几个，不能都点，后边的不点了，点这几个，画面就丰富多彩。下面我把画儿题上，大家看看，提一个什么呢？池塘深处。下面我们盖章，用我们选择好的印泥。我们今天的印泥，我们用一个发冷一点的颜色的，啊，红里面发冷一点颜色的，把它盖好。这盖章的时候，如果你要太在角上，你也可以往下盖。比如这个章我盖在角上，太角了，我就盖在这儿，在它字的下头也可以。这个没有具体的要求，啊，根据画面需要。这就是说我为大家用浓淡干湿笔墨来调整画的这片重荷叶，画的这片淡荷叶和其他几个不规则的小叶。荷花是这么画，其他的都是这么画。我们通过画荷花举一反三，使大家能够深入理解5要素，第5个要素浓淡干湿有多么重要。大家在课下练一练，然后掌握一下技法表现的规律。好，谢谢大家。花，憨态的小鸭，优雅的白鹭。您也想画出如此生动的作品吗？那就请您跟刘存慧老师学画写意花鸟画吧。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介绍浓淡干湿的第2个内容。刘存慧，国家1级美术师，北京市特级教师、教授，现为中国民族画院副院长、北京诗白艺术研究会会长、北京美术家协会理事、北京朝阳区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画研究会理事。师从娄师白先生，擅长写意花鸟画及山水画，尤以画风雨为佳。浓淡干湿的第2个内容，咱们要变个形式。我们用什么办法画呢？我们用干笔进入。比如说，我选择一支大笔，这是今天必须要用的。大家预备好，一支大笔。什么叫枯笔进入呢？因为我们要选择一个内容，荷叶我们画过了，大水分的我们画过了，由湿到干我们画过了。今天我们是由干到湿。我拿起大笔，1号笔拿好，吸点水，我们画浓墨进入，墨汁儿倒在调色盘里。今天这墨略微倒多一点可以。把笔劈开，在那个干净的盘子里劈开，劈开以后就变成这个状态，大家看到了。然后散锋吸墨，这个墨在笔里边，我现在跟您讲的时候，这个墨就在笔里边渗透了。然后枯笔点肌理，画什么？我想带着大家画一个老的树根。枯笔点肌理，点这个肌理，你看点，您可以跟着我点一点看看，点肌理，这个肌理画出来，表现老树根的一个面，然后侧锋继续点，然后转过笔来还在点，哎，出现这个效果，笔还是散的，
如果笔不散，您干脆再让它散一散，在上头转都可以，就在这上头做都可以。然后在上边，别忘了我们曾经讲过的跳跃组合。哎，干笔笔根儿，你看我笔根儿都用力，翻过来笔根儿。好，用到这个状态，还在画。这个在上节课就是什么呢？就是画荷叶的时候用过的一个办法，但是今天我们是拿来先用，然后又在做。这时候没有水了，恐怕没水了，这时候就是擦了，这个动作叫擦，开始擦了，擦，啊，擦当中自然还擦出虚实，您不可能画出一样，肯定是有虚有实的，啊，哎，擦到这儿，没有水了，没有墨了。您记住，没墨了，并不是里头真没墨，而是没水。所以这时候我把笔拿过来，弯一下这个笔的位置，然后吸水，用笔根儿吸完水以后，您看在调色盘上，您看还是有淡墨的。好，拿上来，用这个淡墨破这个刚才的墨色，破是什么呀？也是找形啊。我们给它找形啊，让它哪儿收一下笔，就变成一个形。形是结构啊，你看，哎，像一棵树的树根或者树干。如果您拿它画一棵大松树，也对；您拿它画一块大石头，也对；您拿它继续画，您看，也对。这时候画，这时候就必须得有点写生基础。平时我们画这个树根呐、树干呐，这个时候就得要多看，多看您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造型。如果有条件，您就多写生，多写生是在多看的基础上的一种提炼跟归纳。所以这样你就知道，哦，这可以做树干，它是这样的。我见过那个老树干，它就是这样的，扭曲着、错位着在里边转折，是吧？画过来，画过来以后就得做一个湿墨为主的，那笔当中就不能再干了，就吸水，吸水完了以后画淡墨，润的。老树干也不能没有润笔啊，错着在里边，这笔就下来了，然后带过来，啊，带过来。有润的才能更加体现这个干笔的味道，啊，上面也是润的带过来，然后挤这个白，你看这块白挤的，挤出一个结构来，挤出一个层次来。好，看，然后带过来，然后这个树根继续穿插呀，你看，穿插呀。然后这个树根你不能没有一些老树根都有骨藤缠绕搭配着，所以画几个长线也是有道理的。又吸水，注意笔又吸水，再看看，哦，还是淡的，好，然后把它画过来，画过来，淡墨，这块用淡墨接过来，用淡墨一接。现在画面上这几笔干湿浓淡的效果都具备。好。下面我们做什么？把这块压进去，注意，压进去，压进去，压进去，就变成这两个树的结构出现了前后，出现了明显的前后。这块不能直着下来啊，压进去，压进去。哎，现在有层次感了，这个部分是起来的，这个部分是在前的，这个部分转过去在后边，啊。那么这张画画到这儿，我们就要谈一谈，如果你想画干笔，想画干湿对比的层次，近景应该是干的还是浓的呢？应该是湿的还是淡的呢？这个我们要认真的在这张画里做一研究。比如说这一块空白在右下角、右上角、左上角和左下角的空白都具备了，尤其是右下跟左上角有点对称，怎么办？我们开始来堵一块空白，用这支大笔吸水，吸完水以后画
线条来破和画枝干来破由您定。我现在画枝干来破，我这逆笔画的，画线条来破，都可以。这个线条要上去，上去要搭过来，形成一个错落关系。然后这个线条还要横过来，你看你总得有纵横要交错嘛，是吧？纵横交错嘛。好，画到现在这个状态，我觉得很舒服。我们现在需要创造情趣。怎么创造情趣？这老根画完了以后啊，需要上面有一些胎，我们叫做胎点。现在从我们这个笔里面找出一个小的笔，然后吸水，这个小笔是勾线笔，蘸浓墨，做这个胎点。这个胎点点的时候，有一种是直接拿重墨点，可是我们这上都有好多重墨了，如果你再点，恐怕就有点花。所以你要看好你那个，因为我们虽然是大体是按这思路做的，但是肯定我们每幅画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试着点一点。这个点可以做挑的这种点，挑的这种点，落点以后往上挑，它显得比较好看，而且显得这个树的这种骨劲儿更足，是吧？有力度。好，挑，然后分别不同位置做这个点，是为了创造疏密，是造成关系上的一种丰富变化。这个所说的关系就是黑白灰的关系啊，或者是这种块面边关系、点线面的关系都可以。点完这几个点，好像画面就比刚才硬了，有结实的感觉。然后我们就开始选笔，我用一个中号笔，我选一支拿上来。这支笔拿上来以后，吸水，吸完水，调黄颜色。注意这个黄颜色，可不是调一半，而是把黄颜色整个在笔里边调满，调满，翻过来，调过去，再翻过来，调满，满了，好，蘸一点焦茶。这个颜色肯定是黄色，并且是有点秋意的感觉啊。画什么？画果儿，果儿就可以画秋天的果儿，可以藏。比如说在这儿藏一个圆果，点一下，点两个，哎，点两个练什么？练疏密啊。两个最好一大一小，最好一大一小。而且我在前2节课还讲过6字组合法，大家跟我一块儿来想一想，先分离，后重叠，再并列。那就分离吧，啊，分离点开，不许让，上下不要点在一条纵线上，啊，不要点在一条纵线上，多点几个不要紧，要给它有疏有密，啊，有疏密。马上就上这边来了，跟那边为什么要上这边来？为什么？咱们也讲过，为了颜色不一样，跳跃组合，从这一下到这儿，为了不一样，你挨着画这块色儿都一样，那干脆咱们分开。好，分开，越点越概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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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但是越点的颜色越黄啊，因为你前面那个胭脂也好，或者说是前面是焦茶也好，或者赭石也好，或者墨也好，都被用了。这时候你就看你笔里还有没有，有，你发现了，翻过来还有，那我翻过来再用，我就看看，哎，翻过来还有点，我再用。但是切记要经常关注笔中的墨或者色或者水，要关注，这样的话你画的不容易画坏啊。好，画好了这些果，先不要多画，画好了，然后拿那支勾线笔，勾线笔注意拿起来，浓浓的蘸点焦茶，先把这个果点出效果，就是点一个前面的那个小的点儿点出来，这个小点儿有时候表现果的那个前面那个旗的那个部分，然后就是勾它，连贯，看到了啊，连贯，勾的时候有点像见果就勾，但是又有点像
似有没有去勾，所以它是趋于这种有与没有之间，尽量表现动态，不表现形，我认为比较好。什么叫表现动态？就是感觉是接着呢，但是不是真接着。你比如像这个，他俩之间，你是让他接给谁？咱们现在分析，就这2个果，我们接给谁呢？我们只能让这个俩果先连起来，然后我们看看接给谁。接给他太远，接到这儿也太远，那干脆就这么一接，就仿佛接上了，实际上他没有接上，啊，这样就仿佛接上了，这就不用接了，干脆点2下，这个就索性点1下。用这种办法就是做到了不面面俱到，同时做到了画面当中有虚实，我们所说的有概括啊。画完这个果就需要把果跟整体画面连接了，怎么连接啊？需要画长线，长线不要太多，啊，点到为止，画长线。你看有一条长线一上去，马上这画面就另外一种感觉，啊，这个长线。这边也是画长线上去，哎，把这几个果通过这长线又把它连了一次，又连了一次，干湿浓淡，别忘了我们表现的这个小果，是吧？然后画面当中想让它丰富，比如说了，我画了这么多果了，好，说老师，我这种感觉我知道了，我们现在。有人提出想法，说老师，我这个干画的很枯，比如很干、很结实、很苍劲。好，这果我想让它润，可以不可以？我觉得可以。那么就要采取干湿画法。现在的干画法有没有？大家一起看，有了，有了。好了，现在我开始研究湿画法。湿画法就是拿笔吸水，这个果的颜色改改，这果的颜色以焦茶为主，啊，吸水。然后点，一点这个效果，一看中了，为什么？还是有点浓，那么我就再吸水，用这小笔再吸水，不仅吸水，还要蘸了一点淡墨，啊，看一看，哦，蘸点淡墨就有点灰了，那么好，那我就用这种办法，采取散点的办法，吸水，不断的吸水点，但是不许让它黄，也不许让它红，就不许让它太跳。是吧？就是适当的让它有点灰色调，然后吸点水就蘸点墨，蘸点墨再吸点水，老反复。哎，你看它就是灰颜色，暖灰或者冷灰。用这种办法来烘托这个具象的，这个具象的果我们已经画过了，不能再画了，是吧？然后烘托，然后把它给画好。黄了，又黄了，黄了我再吸水，但是不许调笔啊，调点墨。甚至可以在上头重复点，你看，我点过黄了，我还点点这个带墨的，吸水，又黄了我还点，又吸水，啊，老这么去做，这就是点。点当中，这个点是什么？我讲究在绘画当中啊，有一个观点，就是这个笔墨当中啊，有很多都是叫不出名号的，是吧？什么灰墨呀、淡墨呀、什么浓墨呀、干墨，有的叫不出来，有的不规律，色当中也是一样，叫不出名号的。那么这种东西就是在画面里边干嘛使的？我们有时候开玩笑的说，这就是在起哄。墨色在里边起哄的内容多，你这画就丰富，因为它就感觉丰富多彩，因为变化大，让你摸不着它具体的规律，只是感觉有，就是在有与无之间。写与具象之间求了不求具象，求意象，或者甚至某些时候作为写意画要大胆的求点抽象，所以让它起哄的笔触不要忽略了。你不要认为这什么呀？这个有的人画这当中他就甩了点点儿，我现在给大家甩了几个点儿，大家看看，这个时候画面就感觉丰富多彩，还是秋天，还是老树根，啊，老树根秋天，咱们也得来个活物啊。是吧？那么好，我们画个麻雀，这样这画面就完整了。画在哪儿？
现在就要想了，你将来款儿提哪儿？一定要考虑这问题。说好，老师，我将来这款儿想提在上面。那好，那你这麻雀就在下面画，就是落着的麻雀。如果你说老师，将来我款儿提一个单款儿，提一个穷款儿放在这儿，我想把这笔墨关系拉下来，拉在右下角。好，那么你就飞俩麻雀或者飞一个麻雀。那这时候有别人提出来了，说老师，我觉得画麻雀，麻雀本来是赭石颜色的，也有墨色，您这里边也有赭石，也有墨色，是不是重复色彩？哎，我觉得有点道理。那么这麻雀咱们改色行不行？你看这时候老师就反过来说了，还要画麻雀，不是因为我们见到困难就躲，我们还要画麻雀，所以怎么办？这时候我们麻雀里边加一点墨和冷颜色，我们这还有一点古蓝没有用呢，我用上一点麻雀加古蓝，别人一听这是怎么搞的？我们可以试吗？咱们试试啊。也就是说，麻雀经常用的颜色是赭石或者是焦茶。今天我们还以这个色为主，然后适当的挑进点蓝颜色，让它有一种灰绿成分或者灰蓝成分。这种成分它不是纯的赭墨，然后笔尖得加点墨啊，灰的，区别于所有的果。我们画一个，大家看一看这个色儿，看一看这个色儿好像跟这个不一样，跟那个也不一样。然后看行不行啊？行，它这个颜色有点灰啊，怕它阴吸一吸，拿张宣纸啊，再画一个，连笔点出来，转笔画出它的尾巴。好，总的一看这俩颜色肯定跟周围的颜色不一样，这就对了。然后换那支小笔。小笔拿起来，就那勾线笔，调浓墨。这个时候这浓墨您要注意，看墨浓不浓。这时候的墨如果不浓，您马上调整一下，然后点这个背部的点儿，先点背部的点儿，先别拿它去画嘴啊，或者是其他部分，然后再调到凡边上把笔调整。如果不多就算了。好，回来，我们现在拿笔开始画翅膀。在前几次讲课当中，我曾经讲过麻雀这个翅膀要注意疏密，不要太紧啊。注意疏密不要太紧，并且要有点这个展开的空间。这边也是翅膀，疏密不要太紧，要有展开的空间。画麻雀的时候，谁不喜欢这个有点小的动物在里边飞，或者有点小鸟在里边飞？画面当中就感觉有动感，所以你画那个姿态就要有所转变，是吧？这个嘴是张着的还是合着的，要有所变化，啊！如果你觉得张着的好看，更加增加情调，你就画张着的。胸前的这个小斑点，你可以先点上，也可以后点。然后就拿那支中号笔，刚才画过麻雀那支笔，把笔中水挤掉，勾一下它的胸部，勾一下它的胸部，抻擦两下就完了。这个就是画墨骨的和勾的结合的，不是画纯墨骨的，纯墨骨的就不好看了，是吧？你又给它堵死，这就没有留白了。好，然后拿那支墨笔上来，涮涮也可以，不涮也可以。调点浓浓的胭脂啊，或者是焦茶或者赭石，把它的爪画了。啊，这个爪画了。好，小麻雀画了。现在这张画定格了，您的画面题款就要在右下侧做了。那么这张画表达墨色的浓淡干湿已经有了。画面当中有一个做法，我们也叫技巧，叫染。染肯定是往湿了染，肯定是如果你这画干的过于多，你再染。可是就靠干的来烘托画面的时候，你就尽量不要染。所以这些空白能不染就不染。
非要染就是染结构、染转折才染，一般情况下不染，是吧？那么这时候我们看下面，这时候我才觉得，根据这个画面，我这个树根要强调的再大一点，画面更丰富，因为上面空间会留得更大，我才拿起笔来，大笔，就第一次画树根的笔，拿起笔来表现这个树根，重新再勾勒几个结构，啊，勾勒几个结构，表现这个树根的层次啊，表现树根的这种根的这种硬度跟质感啊，哎，表现这几个结构，才重新再做，是吧？表现这个根的状态。寥寥数笔，就把这树根的形式交代清楚了。这一看就是树根，因为扎根扎到下面来，是吧？然后适当的找点转折，这种实际上就是收拾。刚才不是谈收拾了吗？什么叫收拾？收拾是收拾笔墨的浓淡干湿。这张画就是收拾浓淡干湿，啊，不是收拾别的。然后再调一点那些小的东西啊，表现一下画面。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开始观察画面，就发现我这个小线还可以再加一点小线条，小线条就吸水，调一点焦茶或者是淡墨，勾一点小线，使画面再丰富，就是画面的东西再让它完美一点，啊，再下来说，在古藤的画里边有点小线条，是为了创造一种生机勃勃的那种韵味，哎，也很好啊。小线条一画，这边也是小线条一搭，后边那些就变成淡墨了，变成淡墨就跑后边去了，哎，就感觉这浓淡墨又错落起开了，跑后面去了吗？是吧？后面去了，变成淡墨了。然后这就有时候点点的不一定非点那种果了，就随便点点，就已经达到一个这种疏密相间的这种韵味状态就有了，啊，这边要连一连，这边虽然不画，但是要有线条去连接，啊，就使得画面感觉舒服，啊，这地儿就不一定画了，啊，这张画画到现在基本上到位了。画面的构图也有，趋势也有，啊，我现在就需要跟大家谈题款印章的事情。题款印章的事情，这张画我们要求做单款，或者说提穷款。这穷款怎么提？题款，如果你这净是线了，满处都是线了，你提款的时候要集中。把款作为一个块面来提，下面盖章，不要盖在下边了，盖在压住那条线，补这块空白。那么这就是怎么样表现干笔进入，来谈墨色浓淡干湿的变化。一个荷花，一个树根。两个内容说清楚了，我们32字技法第5个内容，浓淡干湿变化的规律，也是那个道理。话虽然不多，但是内容我们点的是深刻的。希望我们大家在课下，把锻炼培养自己深入理解浓淡干湿笔墨作为一个基本功去练，掌握好，使您的笔墨关系达到一个新的意境。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